大师兄是重生者，这个秘密我13岁那年就知道了。我还记得师尊离开地狱禁区当天晚上，大师兄趁着月色潜入了地幕群里，打开了紫薇大帝陵墓。大师兄就提着个灯笼，面色平静如水，像是回自己家后花园一样走进了陵墓。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地墓里扛了一口紫色巨鼎出来，紫极仙鼎啊，那可是大陆上最古老、最有名的极道帝兵之一。大师兄绝对是个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怪东西。二师兄是穿越者，你知道穿越者吗？就是那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我刚入门的时候就觉得二师兄整天神神叨叨的，什么莫欺少年穷，什么我儿王朋有大帝之资。他有一天甚至还问我喜欢吃咸豆腐脑还是甜豆腐脑。二师兄天生一童，身边还有一只幼年至尊貔貅相伴，气运缠身，走在路上都能踩到一柄圣级神兵。虽然二师兄打不过大师兄，但他脸皮厚，而且听说最近二师兄在外面捡了一具上古神尸，变成了身外化身。哦，对了，还有小师妹，她算是我们守墓人一脉里唯一的正常人，中州皇族姬家的小公主，天生剑仙之体，青云仙子榜的榜首。继续，皇族有女，茕茕孑立，天资无双，断绝筋骨，这是青云榜评价给我们小师妹的16字真言。前几年还有一个轩辕家少主蹲在大地禁区之外，苦苦的等着我们可爱的小师妹，想求得那虚无缥缈的姻缘。不过后来那位少主等到了从外面赶回来的二师兄，二师兄是个很讲道理的人，就把他腿打断了，丢进了禁区外的那条落水河里。开玩笑，自家养的大白菜哪能被外面的野猪觊觎垂涎？师傅，自从你死了以后，人族就没有再出现过新的大帝，连者地境只都只剩下姬家和姜家几个上古家族的老东西。庙堂的先知说，这是人族进入了荒芜纪元，1000年之内很难有人能突破天道枷锁，莅临大地之境。现在禁区外面也有一些二逼在传谣言，说是师傅你生前造的杀孽太重，有伤天和气运，导致人族被天道困锁，才招来了荒芜纪元的劫难。不过也怪不得别人，二师兄说他们脑子都长成那个逼样了，我们为什么不顺从他们呢？守墓人是为人族大地守墓的修士，如今一代的守墓人经历了万古的传承和变迁，只剩下了一位老年大帝境界的师傅和4个稀奇古怪的徒弟。而就在10几年前，人族的最后一位大帝守墓人长生大帝陨落了，天穹染血，星辰暗淡，黄昏破碎在星空之下。长生大帝临死前走出了大地禁区，带着欲死之意手握极道帝兵，连砍了18位一族种地，掐死了3尊地剑老祖。最后的时刻，他才拖着破败凋零的大地躯壳，安详无声躺进了自己挖好的坟墓里。而最后为长生大帝填土封墓，就是如今趴在无字墓碑上抱怨不休的那个清秀少年。我知道您是为了人族好，但现在就靠着我们师兄妹4人守着整片地墓，压力真的很大。师傅啊，你把那件极道帝兵到底藏在哪里了？3生石上救精魂，赏风饮月不用论，惭愧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师傅啊，你那件极道帝兵到底在哪里啊？我死以后或许会有东西活过来，你要看好那个东西，他要是逃出了大地禁区，可是会出大事的。师傅，你能说明白点吗？那东西是什么东西？您的极道帝兵吗？长生大帝沉默在悄无声息地闭上了眼睛。师傅，你死后会晚年不详吗？应该会吧。皎洁的月光穿过云层，洒落在了后山的小路上，林荫摇晃，顾白水打着哈欠，独自一人向着自己的路。这条路他不知道闭着眼睛走过了多少次，每次逢年过节，他都会拎着一坛老桂花酒到后山师傅的陵墓旁喝上一坛。不过今天倒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完全是因为顾白水的修为趋近于圆满，即将合造仙台，成为这片大陆上真正高阶的大力修士。仙台之下是为凡人，仙台之上是为神。不过师傅把这块铜镜偷偷送给我是什么意思？让我暗中观察大地禁区里的禁制和风景，还是说让我监视2个？师兄，这块铜镜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在无声无息中监视整个大地禁区所有的一切。顾白水只要心神一动，便能忽视大地禁区里所有的普渡禁制，不管是2位师兄还是小师妹，只要没有进入某一座地墓，顾白水都可以用铜镜偷窥他们在做什么，而且没有人能察觉。很强大，但也很诡异。老树摇摇晃晃，树影婆娑斑斓。今夜的夜风不知道为什么也有些冰凉，渗人浓荫小路。顾白水心里突然涌现出一个奇怪诡异
但总是挥之不去的自己用这面铜镜，直到现在为止，扫过镜面，铜镜里的景色也随之开始扭曲变化了起来。顾白水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背影，有些莫名的别扭和奇怪，总觉得好像多出来了点什么。顾白水紧皱眉，目光渐渐地凝固在了镜中少年的脚下，顿时发麻一样炸了开来。树影摇曳，月色清蒙，顾白水一动不动，僵硬地凝住在。他依稀能想象到，有一双死寂恐怖的猩红色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脑。悄无声息，但其实早已经近在咫尺。他视线僵硬地看着自己手里的铜镜，镜中一切的景色都和现实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就是铜镜里的那个自己脚下的影子，现实里看不见。顾白水瞳孔一缩，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猜想：如果师傅给自己的这面镜子是唯一能察觉到他身后那个恐怖怪物的东西，那么有没有可能顾白水身后的那个东西也知道这一点？大师兄是重生者，这个秘密我13岁那年就知道了。等一下，我师父是死了，但大地禁区里还有其他2位师兄，如果你杀了我，就一定会惊动他们，任你本事如何诡异，也不会再有机会逃出这里。我大师兄是上古神庭的紫薇大帝重生，手握极道地兵紫极仙鼎，他的脾气可不好。少年的声音并没有说完，便看到密人的树荫上一道身穿黑衣的身影。大师兄，你为什么觉得想杀你的家伙只有身后那个怪物呢？脑海里回荡着另一个自己诡异的声音，身后那只红毛怪物甚至无声地退后了一步，一阵阵诡异讥笑的声音回荡在密云上空。远处林中黑衣人的身影渐渐模糊消散，顾白水能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钻入了自己的身体，在和自己争夺这具身体的掌控权。渐渐的，顾白水便失去了意识。师兄，你今晚就睡路边的吗？三师兄啊，不会又犯病了吧？这里不是我的洞府吗？三师兄，醒了吗？自己应该是还没睡醒，不然怎么会听到积蓄那丫头的声音了？醒了就别愣着了，出来吃点东西吧。做梦，做梦，是做梦。师兄，你再不出来，我就把你洞府里种的这些破花破草都连根拔了，反正也看得碍眼。小师妹，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姬家的足迹大典3天前就结束了，我不回山门还能去哪儿？不是，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的洞府门口，前些日子才刚换了一个上古阵法，你到底是怎么闯进来的？三师兄，你忘了，我跟师傅学过一阵子阵法神道。我没忘，那些日子你天天磨着我给你补习，师兄我整整1个月没睡个好觉，我哪会忘，就是清楚你在阵法上的造诣，我才好奇你到底是怎么闯进来的。这个，你是不是又把我家门拆了？这是第几次了？第11次吧。11次，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师兄，是你这次忘了给我洞府口诀了。之前的11次，我哪次给过你洞府口诀了吗？没有啊，所以我才拆了这么多次。不是，师妹啊，我有一个问题一直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只拆我家的门，不拆你大师兄和二师兄的门呢？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洞府没什么意思，除了一堆堆的灵石和长生药种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样啊，师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叫我起床是让我出来吃点东西是吧？对呀。那吃的呢？师兄，我不会做菜，但是你会。师兄给你弄点吃的去。麻烦师兄了。不麻烦，我弄点药毒死你。师兄，昨晚那只红毛怪，你知道是什么来头吗？也能看见。我装的。不过二师兄说，这种诡异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元天师的晚年和另一种特殊人的身上，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元天师和另一种人，可我一不是元天师，二不是老头儿，那东西找上我是为什么？不清楚。这种事情二师兄好像比较了解，但他现在不在地幕禁区，所以我也不知道问谁。你是元天师，也不清楚。师傅只教了我寻源和御灵，其他的东西都没教过我。为什么？因为师傅说元天师本身是一个寻矿探脉、犯险求源的职业，我是天赋不错，
但这职业从根本上对我没太大帮助。姬家很有钱，我也很有钱，不缺修行资源。师兄你是知道的。那二师兄现在在哪儿？你们仨能离开禁区，应该有彼此的消息吧？师兄好像在万毒域，据说妖族的嫡孙女即将在万毒域成年，大陆上绝大部分天才都赶过去凑热闹了。以二师兄爱凑热闹的性子，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那大师兄呢？大师兄还在瑶池，明天蟠桃会才算正式开始。上一任的瑶池圣女和大师兄整天勾搭在一起，他哪有时间回山里？大师兄还在蟠桃会和瑶池圣女相亲，那自己昨天见到的是什么？哥们，不是说大师兄没找到吕的心思吗？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我哪知道，可能是山间寂寞清冷，大师兄也被瑶池圣地的莺莺燕燕勾了魂儿吧。大师兄找到吕，你怨气怎么这么重？师兄，你说我们修士一生是不是都要找个道侣？应该也不是，我们师傅不就孤身一人，潜心问道了一辈子吗？那师兄你会打算找个道侣相伴一生吗？我觉得早晚会，但现在还没那个心思。这样啊，那也就是说师兄你现在还不想结亲了？对呀。可大师兄打算在瑶池圣地给你找个道侣。大师兄，道侣给我。说是下一任的瑶池圣女，年方17，还未至仙台，外面都传开了，说大地禁区最神秘的小先生会和下一任瑶池圣女喜结连理，大先生亲口应许的，做不得假。大师兄是疯了吗？我不知道，但大师兄的性子你也清楚，如果他真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了，你可能得把师傅从墓里刨出来才能改他的主意。大师兄是重生者，这个秘密我13岁那年就知道了。那怎么办？3条路。第1条路，下山向南，顺着洛水河到万毒域，找二师兄，让他帮你想办法，此为下策。第2条路呢？第2条路，下山往西，去往瑶池圣地找大师兄，然后让大师兄带你去圆塔。圆塔的老天师应该清楚昨晚那个红毛怪是什么来历，这是中策。那上策呢？说来听听。和我回姬家啊。师兄，中州其实还不错的。师妹，师兄是个病人。师兄，姬家很有钱，但也未必养得起我。师兄，我也很有钱的。黄昏将至，顾白水独自一人去往了大地禁区内的后山。这是一处异常僻静的山洞，火苗燃起的声音回荡在山洞里，大地景象的世界。顾白水来到了山洞的最深处，这里到底有多少本书，连顾白水都不记得。在书山的中心，很熟练地放了一个平整台，然后盘膝而坐。红毛怪物不详，元天师，让我想想，元天记里好像有提及过。元天师这个称呼起源于远古时期。远古时代，天道扭曲，法则演变，大陆上矿脉和灵陶等修行资源荒芜枯尽。远古修士们为了寻求更丰富的资源，开始了对大地矿脉深处和一些太古神木的探索。而元天师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佼佼者。元天师成体系之后，其中最出名也是唯一传承至今的宗门，便是由老天师坐镇的元塔。不过天道有缺，当元天师兴盛到了极致的时候，大陆上所有的元天师家族都发生了不祥变化，几乎所有迈入暮年的老元天师都毫无例外都无声无息的消失，唯一留下的只有一簇簇诡异不祥的红毛而已。这些说法似乎都有点道理，但我总觉得好像缺少些什么。感觉自己认识这本书的作者，或者说这本书的作者就在师兄妹几人之中，大师兄还是二师兄？顾白水不确定，但这眼熟的字迹却总让他有这种少了些什么呢？我想不通，于是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来调查红毛怪物的本体是什么，他们和不祥到底来自哪里？老年的元天师失踪后，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这一个个问题终日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不得安宁。我不眠不休，寻遍了远古遗迹和圆塔的阁楼，把所有的线索和碎片拼凑在了一起。终于，在那一晚，我解开了这个困扰了我数十年的谜团。一切的一切，也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诡异不祥之后的东西，那个不可明说、不可直视的真正怪物，它或许是一位大帝，
一位尸体腐朽了很多年，但是不想死去的大地，我叫它腐朽大地。也是在那一天，我得到了我想知道的所有答案。红毛怪的本体的确是年迈的老猿天师，但不全是。所有的红毛怪里藏着更恐怖的东西。红毛怪和不祥都来自腐朽大地的诅咒，可没人知道腐朽大地处在哪一段历史。而且最让我好奇的是，腐朽大地的极道地兵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和红毛诡异的出现有关系？我猜到了一些东西，又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求证。唯一能留给后人，只有一句忠告：如果你遇到了一只看不见的红毛怪，请一定注意你的身后。腐朽大地，极道地兵，一只看不见的红毛怪，这不就是在说我吗？红毛怪里藏着更恐怖的东西，是腐朽大地的尸体，还是腐朽大地的极道地兵？如果找上我的那只红毛怪就是书里描述的东西，那他找上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元天师，也没有修行过相关的道术，红毛和不祥没理由找上我。而且我昨晚看到的那张红毛怪脸，怎么有点像我自己的脸？什么？这自己还没有干，再不救，想要活下去，现在就逃，快逃！逃去哪？上逃出禁区，东西要杀有东西要杀我？难道不是你？如果不是他，难道是昨天见到的诡异的大师兄和小师妹？多好！多好！要快逃，逃离整个禁区！夜晚降临，迷蒙的月光从夜幕上下，顾白水无声无息地坐了起来，双眼无神，面容憔悴。他就这么在河边默不作声地坐了一夜，无声无息，沉默不语。他才回过神来，拖着无力的身体钻进了岸边的土里，自此消失在了落水河畔。我二师兄曾经读过一本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二师兄说，人群里有天才也有疯子，他们中间有一条分割线，天才们在线的左边默不作声，疯子在线的右边载歌载舞。不过归根结底，其实是疯子还是天才，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有的天才会在危险来临的时候跨过那条线，装成疯子；也有的疯子会时不时的伪装成正常人，混进别的队伍里。那你是天才还是疯子？我是乞丐，你也是乞丐，不然我俩也不至于沦落在这破庙里偷贡品吃。我不是乞丐，我和你说的很清楚了，我是去洛阳寻亲的。寻亲，我知道。不过从蜻蜓到洛阳差不多上万里的路程，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独自一人赶路寻亲，也不怕遇到山贼土匪什么的？我是修行者，就是传说中的仙人。仙人你知道吧？我知道，修士嘛，不稀奇。可我没见过差点把自己饿死的修士。要不是我出门的时候不小心被个昏在门口的你绊倒，然后把你拖进了这破庙里，你现在应该已经变成饿死鬼上黄泉路了。我是修行还不到家，要不是我阿婆把后半段修行口诀忘了，我早就修完轮海禁闭谷了，哪还用得着吃东西？那你阿婆呢？去世了。这样啊，最近好像是挺容易死人的，我师傅也死了。你师傅也是修士吗？他是个道士，也是给别人看墓的，后来年纪大了，就给自己准备了个墓。那你现在是要去哪？去洛阳找我二师兄。这么说来，你也是去洛阳探亲的啊？也算是。你是去洛阳找你亲爹？也不一定，先看看再说。那你找你二师兄做什么？怎么说呢？我怀疑我大师兄想要杀我，找我二师兄帮帮忙。那你们师兄弟感情挺一般的哈。还成，师傅死前挺好的，我都忘了问你叫什么来着？骆紫薇。听起来不像是乞丐的名字啊。我本来就不是乞丐啊，那你叫什么？狗剩儿，李狗剩儿，这是我以前要饭的时候起的艺名。那你挺牛的。那是当然，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你起个骆紫薇的名字出去要饭，人家还以为是哪家公主来体察民情了，生意自然不会好。谁家公主体察民情出来要饭啊？接地气嘛。接地气，这事都埋土里了吧？我也给你起个要饭的艺名吧，省事儿还好用。菜叶子怎么样？听起来还有点异域风情。我说了，我不是乞丐，我是修士。那也行，你把我的馒头还我，还有那份酱牛肉。嚯，这雨下的可真够大的呀！小兄弟，避雨啊！道长您这是？这不工作吗？混口饭吃。这么大晚上的也要工作啊？道长您是挺辛苦的。哎，都一样。
世上哪有那么多不劳而获的好事儿？庙里还有地方吗？有地方，但最多只能让道长你进来避雨。您身后的那些客人，还请道长带到柴房安置一晚。那麻烦了。客人？什么客人？夜雨赶路，白日休憩，黄符护身，桃木驱邪。这位道长是干脏活儿。师傅，徒儿好想你。好徒儿，道师不助你来。师傅，师傅，有没有好好修炼？师弟之前天师兄可以为。师兄，快来陪我玩啊！又做梦了吗？这雨下的，可得有2、3天了吧？我这些客户也遭了不少罪啊，整天风吹雨淋的。道长，雨夜之时阴气最重，你冒着雨和身后那些客户赶路，也不怕发生点儿意外？哎，怎么会？我这些客户可是很好说话，只要每日贡品不断，他们说好了不会闹事的。是吗？道长怎么称呼？本名吴天，道号吴天。小兄弟要是不嫌晦气，叫我吴大哥就行。吴大哥，你赶路赶得这么急，是要把你这些客户送到哪儿去？也不远了，洛阳城有一位，赤土毒狱有一位，送完这2位，我倒是就清闲了不少。这样啊，这条路我倒是挺熟悉的，3、5年就要跑一次。这山间的破庙我也歇过几次脚，但从来都没有见过外人兜里。荒郊野岭的，小兄弟你的胆子的确不小啊。在几年前，这荒山里有一户富贵人家，是从洛阳搬过来，定居在这里的。从洛阳搬到这里，从那繁华古城搬来深山老林里。是，那是一家生意人，做一些很奇怪的生意，专门打劫那些过路进京赶考的书生。穷酸书生有什么好打劫的？穷酸书生是没什么好打劫的，但你想，这些书生都是想要进京考取功名的，万一哪个高中状元了，可就是鱼跃龙门的大人物了呀。这又是什么道理？那户人家在深山打劫，是为了不让穷酸书生考取功名？当然不是，那户人家有自己的算计，寒酸书生落难，后遇美人相救，两情相悦，美人等书生金榜题名，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只不过这故事里的书生很多，美人却只有一家一户。那户人家雇佣山贼打劫来往赶考的书生，然后自己出面救人，赠与盘缠送到京城赶考，等到书生高中，自己家便也会一起飞黄腾达。聪明。但还有个问题，那户人家怎么知道哪个书生能高中状元？不知道啊，但那家小姐说，这叫广撒网多捞鱼，大规模投资总能蒙对一个。这家小姐的语气有点熟悉，怎么像是自家二师兄会说的话？那后来呢？后来没有一位穷酸书升考的功名，那家小姐便也终身未嫁。这么倒霉吗？时也命也，我这人习惯夜里赶路了，一到晚上就倍儿精神，多少年也改不过来习惯。小兄弟，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去睡吧，我来守夜就行。那麻烦吴大哥了。夜色渐深，我堆温热，顾白水和身旁的那个小乞丐昏昏沉沉的睡着，这一觉睡得很昏沉，也很死。吴大哥不见了，原来在外面。吴大哥，起夜啊！吴大哥，柴房里面睡着的是吴大哥，那么现在站在自己身旁憋尿的那位是？地西，这大爷是准地进来。哟，小兄弟醒了呀？昨夜睡得踏实不？雷声可不小。前辈吃了吗？倒是没吃，不过也不急。我一般晚上赶路，打算在这破庙里多歇一会儿。那我们就不打扰前辈休息了。天亮了，我俩其实还有点急，随便找一间破庙避雨。就我遇了个赶尸的圣人，二师兄曾经说过，所有的偶然背后都有必然的因素。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机缘很多时候都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危险。简而言之，机缘有毒。吴大哥，我们就先走了。童话剧情3年，在某天再次遇见。师傅，您这也怪不到我身上啊，是小姐不理我，我总不能舔着脸凑上去找不快吧？
小姐不是也没认命吧，师傅？到洛阳这段路还是得咱们爷俩作伴。小姐想和那年轻人走完自己的最后一段路，当然是有她自己的想法。只要她能开心，徒弟我自然也不会嫉妒。其实是有些嫉妒的。小姐看不上我也无所谓，我一介匹夫本来就配不上小姐。小姐终身未嫁，我还记得她当初一脸认真的告诉我们她喜欢女子的无赖模样，但小姐其实是不喜欢女子的，她只是放不下那个姓李的而已。从洛阳到这间破庙，从来都没有放下过。即便我们都知道那个姓李的死了很久很久了。我昨晚给那个年轻人讲的故事，昨晚我告诉年轻人，那户人家的小姐最后算盘落空了，因为没有一个书生高中状元，所以小姐终身未嫁。但其实我撒了谎，并不是没有人中了那该死的状元，甚至有一届的皇榜上前3甲都被那些倒霉书生们占了个遍。不过小姐没有嫁给任何人，因为她心里从来都放不下一个很让人嫉妒的家伙。她姓李，是一个无赖，死了很久的无赖。师傅啊，你说小姐为什么会想和那个少年一起走这一段路，还是在这间破庙里？是因为这间破庙是小姐和那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那个少年很像她吗？还是因为他是个穿越者？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师傅您这一辈子都在找寻穿越者的存在，没想到死后反而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少年。我不知道那少年是不是穿越者，或者是他的二师兄。等小姐离开后，我会自己去问他。如果他是，那么天涯海角他都逃不过。哦，对了，那少年身后好像跟着一件极道地兵，这倒是很麻烦。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我零食还没吃完呢。庙里有个凶神恶煞的道士，你没看见吗？看见了啊，但看上去也不算凶神恶煞吧？你不是说那道士是什么赶尸人吗？是呀，赶尸人多晦气，走得够远了吧？庙里的那个赶尸道士不知道还能不能听到自己的话。不是晦气不晦气的事儿，主要我二师兄说过，出门在外要多几个心眼儿，特别要提防那些奇怪的人。奇怪的人？就是那些总爱目光一闪，退至众人身后的，嘴里嚷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的，还有那些总爱莫名其妙被欺负瞧不起的受气包，这些人都不太好惹。而且我二师兄还特意提醒过我，路边和悬崖下的老人要多扶，姓岳姓林姓李姓王的最好都离远点儿。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大多数都很危险，也可以说你只要离他们太近，自己就会危险。你二师兄懂得这么多，怎么没听你讲你大师兄的事儿？我大师兄话平时就很少，他最常嘱咐我的也只有一句话，别听你二师兄瞎逼逼。其实我大师兄和二师兄都是挺了不起的人，只不过大多时候大师兄都不太愿意说话，二师兄又话太碎，念叨的人耳根子疼。所以你才经常说你二师兄。小时候我二师兄总觉得我和他是同类人，来自同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的试探我，嘴里也总是念叨些没头没脑的怪话。什么怪话？像什么我看小师弟你有大弟之资，你在这儿站着，师兄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师傅刚刚的讲的那些神文道书把我 CPU 都干烧了。还有最经典，操，为什么我就是干不过你大师兄呢？这些都是二师兄经常念叨的话。不过后来二师兄发现我的确和他没什么共鸣，于是很失望的嘱咐了我一句，要是下山遇到了像他这样的人，一定要小心。沉默着走了有多遥远。二师兄是很不避讳的，他和我坦白过，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者。他刚刚说了什么？是不是提到了穿越者？这种涉及整个大陆历史的禁忌和隐秘，能这么大大方方的摆在明面上说吗？这么实诚的吗？穿越者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们。二师兄说，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其实有过很多的穿越者。上古时期有一位很有名的天帝，就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的，而且那个天帝姓应。在二师兄的眼里，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像是一个牧场，你我都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那些穿越者更像是意外闯入这片牧场的客人。当然，每个穿越者的性格不同，所以客人里有好家伙，也有坏东西。你二师兄好像很了解那些穿越者的故事。或许吧，其实二师兄说，如今的时代和过去不一样了，所以穿越者这个身份在不久之后可能不会再那么神秘和禁忌。为什么？因为二师兄他发现了一些穿越者的踪迹，就在这个时代，这片大陆的各个角落。二师兄说，好像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牧场里在同一个时代降临了很多客人。穿越者不像以往那样神秘不可知，甚至会成为一批改变历史的异类。你觉得会是这样吗？其实我也不清楚，
二师兄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所以我从来都能不清楚他说的那句话是真的。那你相信他说的穿越者的事情吗？这其实是存在的，穿越者是存在的，我见过一个。你见过一个穿越者？怎么，像我这种小修士就不能见过穿越者吗？倒也不是不行吧，只是有些没想到你提到的那个穿越者，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个很好的人啊，李十一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李十一，他其实叫李年余，生在一个很大的家族，枝繁叶茂，很是富足。这个名字是他的祖爷爷在他出生的那天给他起的，寓意是年年有余，平平安安。不过他总觉得年余这2个字有点儿奇怪，总让他想起来一种能吃的鱼，所以他不太喜欢别人叫他的本名，他更喜欢别人叫他李十一，也是因为他是家族里那一代第11个出生的子嗣。那这么说，要是他还有个弟弟，就叫李12。他是没有弟弟的，因为他出生后不久就跟着自己的父亲母亲从长安搬到了洛阳。不过他的确是有个妹妹，生得很聪明也很漂亮，叫李旭。其实李十一的家族很显赫，在整个洛阳城也是最有名的望族。不过他其实很懒散，很没志气，最大的乐趣就是躺在树下晒太阳，晒完一面翻一面，所以这人从小就没什么当纨绔子弟的抱负和理想。那时候李十一还没有出生，而李十一的父亲也是最年轻的镇国将军。他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率领着唐国的玄甲铁骑走过视野所及的每一寸，驱除蛮族，收复北漠，年少成名，终其一生也从未有武败名。草原星空，野马牧民，边隅小镇，文人墨客，这一切世间有意思的东西，他都想去亲眼。那是唐太祖寿辰的前夜，娘亲那时候很喜欢长安城里过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因为这样他就能卖灯笼。我爹不喜欢宴会里的喧闹嘈杂，就偷偷的从皇宫里溜了出来，充当城管兵卒去长安夜市里闲逛。娘亲在自己的摊位上准备了很多灯谜，但有一个固执的年轻城管，看着最大的孔明灯，猜了整整半个晚上都没猜出来那道题。陪着商贩少女争了一个晚上，也没猜对什么谜题。那晚的长安城很热闹，有人欢喜，有人愁。月亮被乌云遮蔽，天空开始飘散着梦。桥墩旁边的商贩少女使出了血丝。那个时候，在战场上戎马荆棘的年轻人第一，如果我们能一起回去的话，万水千山，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长安城里有一种病叫寒肺痨，治不好会传染。商贩少女就是这个病。年轻城管把她送回了家里，问她明晚还会不会去卖灯笼。少女摇了摇头，她说以后自己都不用卖灯笼，她要进宫参加一个皇子的招亲比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会嫁给那个从来都没见过的人。皇室很有钱啊，或许能治好她的病。那一天高朋满座，他赢了。他在皇宫大殿见到了那个传言中不可一世的年轻皇子和那个脑子不怎么好用的年轻城管形象。唐太祖侧过头，偷偷地问自己家的小子满不满意，但我娘反悔了，还骂人了，追着我爹抱头鼠窜。不管娘亲愿不愿意，他俩还是定亲。年轻城管为了道歉，就承诺答应满足商贩少女一个要求。少女指着长安城外的一座高山，说她想去那里。她看着山头问为什么，她说长安城里有山，那座山上住着老神仙，神仙的门前有一个篝火，越过篝火的人就能驱除疾病，健康长寿。年轻城管没听过这个故事，但也不依然他，就背上行囊和少女一起出发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娘亲有一次哭得很伤心，反复地念叨着一些话。等娘亲走了，就剩丫头一个人了。自己家的丫头这么乖巧懂事，万一以后被人欺负了，可怎么办啊？按照我家的习惯，别人欺负你，你拿剑砍他就好。可娘亲说我是女孩子，那我送你一把粉色的剑，适合女孩子砍人。我做过一个梦，梦里一直在咳嗽，有些人不让我咳嗽，
把我架上了悬崖，吵着让我往下跳。如果能治好病的话，我想去洛阳看看。为什么？听说洛阳城的柳絮很美，但我有肺病，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去看看。我刚刚也做了个梦，是我做过最好的梦了。我接住你了，我爹和娘亲最后还是没有遇到什么老仙女，但那山头上的确有个穿着青衣长袍的老头子，蹲在地上烤火的老头是杜青、杜守府，两个费劲巴拉爬山的年轻人看到他，那老家伙就暖修成木的做了少年，也治好了少女的肺病。但后来，年轻城管带着商贩少女去了洛阳，买了很大一块地，盖了个庄园。每当柳絮飘起的时候，洛阳城总是会有人很开心。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但不久后，李十一出生了。但1年后，李十一出生了。或许我们能搭个车，我没钱，我也没钱。二师兄和我说过，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和粪土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在下山之前，把我洞府里所有值钱的粪土都洗劫了个空，连根毛都没留给我。你二师兄真是个烂人。是呀，所以在后来我抢劫小师妹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有点过意不去的。那你也是个烂人啊。我也没说我不是，我想个办法带你混进去，你负责给我讲完剩下的故事。那一年，李十一出生了，经历336，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小2岁的妹妹，叫李血。洛阳城的李府庄园大到找遍整个李府，都找不到阿旭那个小丫头去了哪里。同时，庄园也很小，小到李十一闯祸后，不管藏在哪里，总能被自己家那个卸甲归田的老农捉出来。但最奇怪的是，府里的所有人都找不到藏起来的阿旭，李十一却很擅长找到他。阿旭从来不会躲着李十一，阿旭是会闯祸的。更准确的说，是庄园里绝大部分的祸都是那个闷不吭声的小丫头。李十一都是给自己那个倒霉妹妹顶罪，但对自己这个不着调的哥哥亲近。那丫头其实蔫坏蔫坏的，而且是个话痨，只不过在外人面前装得很好而已。我有时候觉得阿旭是老天爷给我人生设置的一道坎。前几天他把老爹的鱼塘给炸了，字面意义上的砸鱼，我就又被推出去顶罪。你猜怎么着？黑老爹还真是老当益壮，把我吊起来抽了半个时辰。当然，这我都习惯了，毕竟从小被抽到大。但我就是想不通，我被吊起来抽的时候，那丫头捂着嘴偷笑是几个意思？合着我被抽，她还挺乐呵的是。不过我的确也挺好奇，阿旭嘴里说的马桶是什么东西？灯泡又是什么东西？灯泡那玩意儿是真会炸呀，也太危险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搁一搁。阿旭说过些日子要弄点什么火药出来，不知道那东西安不安全，至少应该比灯泡靠谱吧。后来李十一和我说，他和阿旭有一个什么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基地，每当闲着没事儿，或者是事儿闹得太大的时候，他俩就会跑到后山躲起来。阿旭的试验基地也在后山，他那些稀奇古怪的实验都是在山洞里进行的。有的时候他猫在山洞里面，山洞里面烟雾缭绕，五颜六色的，而李十一总是着急忙慌地跑来跑去，有时候拎着一个丫头的一路狂奔，直挺挺地跳进河里。那段日子，阿旭在研究火药，李十一总是耳鸣，脸上也是乌漆嘛黑的，但阿旭还是很平静，因为李十一冲进洞里的时候，总是把他护在怀里，然后玩命地往外跑。再后来，阿旭放弃了研制火药，他说自己就这么一个哥哥，万一炸没了，就剩下他一个人。李十一很欣慰，觉得自己的妹妹终于长大了。那晚上好不容易睡了个安稳。第二天，哥，你听说过煤吗？啥玩意儿？阿旭后来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发明梦想，在他16岁生辰的那天，独自一个人去往后山的树下。哥，我想做个诗人。妹，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就这样，他俩就在后山的湖边搬完了李府藏书阁里一本又一本的书。阿旭说他想成为一个诗人，但李十一却懒得给他来回翻书，把他丢进了藏书阁里。藏书阁里的小书虫啃了一本又一本书，李十一也陪着他走过了一层又一层。随着阿旭读的书越来越多，他在文道上的造诣也越来越高。哥，带吃的了吗？哥，吃的带了吗？
哥，带了吃的吗？哥，吃，懂。不久后的一天，藏书阁里的书被小书虫啃完了，于是柳树下晒太阳的咸鱼就又变成了2个头。阿旭在那一天问了李十一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一直都没有想明白。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在海上总是先看到桅杆，然后再慢慢看到全部？你想想，细想。几年后，又是太祖宴臣的时候，李十一和阿旭跟随着他们的父亲去了趟长安城。那时候，长安城里发生了很多事情。阿旭很擅长下棋。首府那个缺德的老头子故意在北游阁安排了10天棋局，由阿旭对弈南方世家的年轻人，从老大到小，一个都没放过，连一盘都没输过。俏颜惊风雨，落子定长安，带给了长安城所有人一次难以言喻的震撼。阿旭是那个时候走入了世人的视野中，也是那个时候，他开始了自己耀眼璀璨。我记得你刚开始和我说那个穿越者是李十一，但从你讲到现在的故事来看，那个叫李旭的丫头更像是穿越者。为什么？我二师兄是个话痨，很喜欢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你说的那个阿旭也一样，你故事里的阿旭所说的，我们在海面上先看到桅杆，然后再慢慢看到全部船体。这个事情我二师兄也问过我，二师兄说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球体上，月亮是个小球，太阳是个大球。因为什么万有引力，我们才被吸附在球体的表面上，是吗？我不知道，我连山都没下过，哪儿看见过海？不过我和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师傅说等我以后下山了，可以试着自己走一圈，看看能不能从另一个方向回到山里。那你以后打算试一试吗？我又不是白痴，何必那么麻烦？师傅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可以的，不然我闷头走丢了，他不是还得来找我？很多的问题其实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行。我其实还挺有慧根的。所以你觉得阿旭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者？不是吗？是。那李十一呢？我又没说，我只遇见过一个穿越者。空气中弥漫新年的气息，带来无限的喜悦，生活中充满种种乐趣，带来无限的快乐。2024年里，一切都充满新的希望，新的憧憬。白水在这里祝愿大家，愿兄弟们烦恼远走高飞，让快乐源源不绝，让美好圆圆满满。祝你跨年后一切顺心。阿旭在南方士族和长安城的人群注视中下棋，而李十一却被一个难题困住。老爹给他了一个任务，审犯人。他是一个魔道修士，10岁的时候，他拜在邪修门下，献祭了自己一家13口的生命，踏足仙途。15岁之时，他剥夺自己心爱之人灵根，使其早逝，结成丹境。30岁而立，他以义薄气运修炼魔气，冷眼观一国100万同族死于非命，尸山血海。我爹那时候不是觉得我能撬开他的嘴，他只是太忙了。那时候的长安城每个人都很忙，唯独我没什么事儿干。我爹看我溜溜达达在街上逛来逛去，兴奋就把我摁在天牢里做件差事。他没想着我能做什么，我也没想过自己能对那魔头做什么。但杜老头告诉我，如果想要撬开那个家伙的嘴，就要弄清楚他的心魔是什么，这辈子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家伙无欲无求，没有人类的情感，一心只想着修行，登顶仙路，求得长生。他觉得自己走的路是最正确的路，也是最快的捷径。虽然功亏一篑，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修行者本就应该斩断七情六欲，脱离凡尘的束缚。他说，错的是整个世界。杜首府却说，杀人之前要诛心。那一次来的时候，他刚刚开始修行，几天后，他筑基了。又过了几个日落，阿旭结成了丹。一天又一天，牢里的中年人越来越沉默，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白衣少女探头探脑。李十一离开长安城的前一天，那个魔头终于松口了。他要求自己和阿旭在水牢里见一面，但也只告诉阿旭一个人，没人知道阿旭和那个魔头到底说了什么。但之后，阿旭好像就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第二天，阿旭留在了长安城里，跟着杜首府去了未央宫里修行。听闻在未央宫里有一座未央碑石，上面记录了最有天赋的人。半个月后，未央榜上有新人，白衣登榜首，皇室幼女，单名为血。而李十一回到了洛阳，
依旧胸无大志，当一条混吃等死晒太阳的咸鱼。那时候，李十一和阿旭每2天都会给彼此寄一封信。阿旭那丫头时常会和李十一抱怨未央宫里的课业有多重，那些老头子有多唠叨。每次他寄给李十一的信封都很厚，反倒是李十一的回信很粗略。自那天未央杯辩论后，最顶端的榜首的名字都一直是阿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记录会保持很久。但不久后的某一天，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代替了榜首的阿旭。那日天气晴朗，微风和煦，一个年轻人走进了长安城里，打破了未央榜首的记录。他走到楼顶，平静冷漠地俯瞰着楼下的芸芸众生。他是李十一。天色晚了，今天大家就在这里休息吧。你先休息，我出去一下。洛阳城其实离洛水河不远，古人以水建城，也靠着洛水河维持生计。后来交通便利发达，洛阳城也越来越繁华秀丽，成为了历史最漫长的老城之一。单论历史文化而言，洛阳城应该只比长安城晚建造几十年，是唐国最老的几座城之一。现在刚刚好是现在，洛水河畔多柳树，每当夏时到来，洛阳城外就会漫天飘扬着白茫茫的柳絮，城外是郁郁葱葱的平整草原，草原之上是洋洋洒洒的柳絮纷飞，那种瑰丽奇妙的美景最为难得。等你真正见过柳絮漫天、莺飞草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也就那么回事，万般苦难其实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洛阳城里有什么姓骆的富贵人家吗？洛阳城很大，或许是有那么几户。那洛阳城可曾有过什么名气很大的唐国将军定居？洛阳城以前还真有一个盛名在外的天骄将领，这位少年将军是来自长安城的皇室子弟，一朝得志便直入青云，行走于星光之中，引领着百花盛开的整个年代。那这位将军叫什么名字？唐国皇室自然是姓李，但名字还真是有些记不清了，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就是随便问问，能赶上洛阳城游玩的好时候，倒也是挺幸运的，多谢商家告知。李十一是天才吗？他是天才，很了不起的那种天才。那和他的妹妹比起来又怎么样？少女沉默了，摇了摇头。那后来呢？后来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啊。那你不打算讲完？太晚了，我有点儿困了，明天再说吧。那明天能讲完吗？或许，谁知道呢？夜已深，顾白水感觉自己做了个梦。别去洛阳！你有事儿吗？记住，别去洛阳！说是今天黄昏之前就能赶到洛阳城外，你好像一点都不急啊。急什么？只是探亲，又不是去寻仇，有什么好急的？你从来都没见过在洛阳的家人？从来没见过，太绝对了。出生的时候怎么也应该有过一面之缘吧？你姓骆，那你爹也姓骆？他不姓骆，姓叶。我是跟阿婆姓的，以后也没打算改姓，因为他没养过我啊。我娘亲也不打算让我和他们俩姓，说是太倒霉，太辛苦了些。娘亲一直都很羡慕阿婆，她总说一个女子如果能像阿婆那样活一辈子，那倒是真的很潇洒，很让人艳羡。房间里安静了片刻，青衣少年的胸前藏着一枚古朴的铜镜，自大地禁区带出，如今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越来越灼热了起来。铜镜似乎在预警什么。要不我给你讲讲我爹娘的故事吧。一个老套的穷酸书生和富家小姐的故事。书生小姐青梅竹马，私定终身。书生去京赶考，小姐在家等候，可书生考了好多年都没回来，最后还入赘别家。后来你娘亲改嫁了吗？没有啊，一直都没有。娘亲想等她一辈子啊，但可惜娘亲的一辈子也不长。那个年头，小城遭遇了一场很大的山洪，许多家灾民都无家可归。娘亲性格本就心软善良，就打开了自家的粮库救济灾民。等山洪和瘟疫过去之后，那座小城幸存了下来。娘亲染上了病，熬了几年便撒手离世了。娘亲在病床上写下了一封信，为了不让信那头的人发觉，
短短的几百字，他用完了人生的最后那段时间。娘亲说长安城里的那人命苦，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草草走完了，所以希望我不要走他们的后路，既不信药业，也不要姓卢，跟着阿婆姓骆就挺好的。如果有一天我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想姓什么也随我的便。人啊，只能活一辈子，开开心心其实最重要了。好了，故事就到这里了，咱们该出发了。我也是昨晚突然想起来了，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将军叫什么？他应该是叫李十一来着，是皇室曾孙，而且据传闻他小时候是有个妹妹，不过早夭在成年之前，所以洛阳城里有关他的记载也很少。他死了，死了。他们后来怎么了？李十一和李旭，他们的故事后来发生了什么？你想问什么？我想知道后来发生的故事。一开始你和我说你认识的那个穿越者是李十一，但自始至终我都没听出来他有什么另类特殊的地方，反倒是他的妹妹李旭，天资卓越，璀璨夺目，很符合二师兄对那些穿越者的描述。但我听说他后来死了，死在了人一生中最年少最美好的时间。是啊，他死了。阿旭已经死了很久了，我很想他啊，很想他。他是病逝的，所有人都说他是病逝的，但我从来都不这么觉得，因为阿旭是一个很健康、很开朗的人，从来都会很好的照顾自己，不会生病，也不会让别人操心，所以我觉得阿旭是被人杀害的，这是一种预感，也是一种直觉，没有证据，不过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可你也说过，阿旭是很厉害的天才，按理来说没人能那么容易伤害他才是。那你觉得阿旭是死在了谁的手里？那一年李十一病了，他爹和娘亲都去了长安城里，洛阳没人能照顾他。阿旭写了很多封信，最后还是担心他的病，偷偷的跑出了未央宫，一个人回到了洛阳城外。他在自己家的府邸里见到了一个人，然后他死在了洛阳城漫天扬起的柳絮里。他见了谁？李十一啊，他亲手杀死了自己唯一的妹妹，那个他整天挂在嘴边抱怨个不停的小书虫。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故事。那一天，在那个落叶纷飞的时节，那个小书虫死在了他最爱的哥哥手里。唐国历356年是阿旭离开洛阳的第4年。大陆上发生了许多事情，长安城总有一些白袍子术士跑来跑去，面色凝重。古老世家望族自闭封山，归隐进了云梦阁。诸多古国的老祖宗离世，大陆上一片哀愁。不过最震撼的事情，还是李十一的爷爷唐国的太祖一个人走进了云雾山脉深处，自此了无音讯。杜老头说，这是一种征兆，代表腐朽的老时代已经渐渐过去了。经历过荒凉破败的田野，才能绽放出繁茂的野花。摇摇晃晃的马车终于停靠在了洛阳城门的面前。终于到了洛阳城，我没钱。顾白看乞丐还不懂，最终不舍得拿出了他仅剩的一颗花生。别进洛阳了，拿着这块骨头，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这都什么跟什么？二师兄说过，老东西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其实我有一件事一直都没想明白，李十一是你的朋友？算是。他从小在洛阳长大，可你说自己是来洛阳认亲的，你从来都没有来过洛阳，又怎么会认识李十一？我没说我和他是在洛阳城里认识的啊。那是在哪里？洛阳城外呗。好吧，那咱们进城吧。姓名？李狗剩儿。是做什么的？诗人，我是流浪诗人，四海为家。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你是来自唐国域外？来自西域。怪不得你姓李，在唐国里是国姓，除了皇室宗亲之外，很少有外人姓李。你上来给我来这么一出，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公爵王子微服私访呢。那我能进城了吗？还真不行，因为你是唐境外来人。如果是平时的话倒也没什么，但现在全城宵禁，如果你没有通关文牒和城内居民的担保，我没权利放你进去。宵禁7天，你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可以去城外的客栈和庄园对付几晚。顾白水皱了皱眉头，倒是没想到会遇到这种麻烦。那我可就先进城喽。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混进去。也行。
你想混进去可以，但说这话能不能背着我一点？当着守城人的面这么嚣张的吗？明天你还值班吗？明天我晚班。那我明早进城。那也行，你可别又说自己姓李就好。还真就我一个外乡人啊！黄昏日落，正当洛阳城门即将关闭的时候，一行三人走了过来。瑶光圣地老圣主、中州姬家家主姬长生这2尊大佬一起来洛阳城，不是为了吃席做客吧？还有最后那个是谁啊？怎么看起来这么不顺眼呢？夜幕降临，洛阳城里亮起了一盏盏橘黄色的灯火，一个消瘦的人顺着老城墙匍匐而出。在这洛阳城用个土行书怎么这么费劲，差点把我挤在墙壁里。按理来说我也是仙台境的大修士，土行术信手拈来，在地下行走个300-500里都不是什么难事儿。不知道为什么遁入洛阳城墙里的时候，感觉好像掉进了泥泞的沼泽里一样，寸步难行。要不是我咬牙拼命的往外苟，很可能会被卡在石缝里，光荣的成为城墙里的一具枯骨。那玩笑可就开大发了，仙台修士被墙挤死，会被其他修士笑几辈子吧。我们的故事主角是洛阳城传闻里的谪仙人李十一。李十一生在洛阳城中，也在洛阳城长大，只有每年太祖陛下寿辰的时候才会去长安城祝寿，所以他虽是太祖嫡孙，但从未居住在皇城过，不像其他的皇子公主那样常伴在太祖左右。不过据传闻言，在同一辈皇室宗亲里，太祖陛下最亲近的反而是他这个常年在外的小孙子。时常听宫里的人提起，太祖陛下常念叨自己生的这些儿女没一个像他的。大皇子儒雅沉稳，二皇子煞气凌人，其他的皇子虽说大都文成武就，各有自己的长处，但却没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独一无二。小兄弟，刚才在说书的时候就感觉你有话要说。李十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我所知，李十一是个老好人。曾有言之，李十一其实很小的时候就远比同龄人聪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很有灵性，一点变通。不过故事里李十一自幼童长成了少年之后，便没了小时候的灵性，整日游手好闲，比5日的阳光还要懒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不清楚。李十一的父亲是唐国圣明将军，一辈子打了100余场仗，从未输过。上了年纪之后才敛去杀性归隐田园。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造了杀孽，不求其他，只希望儿女平安。但他也很尊重李十一的意见，给了李十一2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选择在长安，一个选择在洛阳。最后李十一选择了洛阳，也自此把自己收敛成了一粒尘土。其实李十一的娘亲很乐观，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能走在朝阳中，被世人仰望。但李十一已经答应过老农，选择了平凡的一生。不过好在他还有个妹妹，一个乖巧懂事的妹妹。已经很久没人提过她了。她李旭吗？洛阳城里的老人大都只记得李十一的故事，她身后的小丫头已经被遗忘了很久了。为什么？因为她死得很早，像一颗夜空中一闪而逝的星辰，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的停留了一下。你既然知道他们的故事，那说明你是洛阳城外的人。我其实也是听别人讲述的，只知道一些故事，并不全面。我听到的故事断在了李十一生病的那个时候，而后他便去了长安城，开始了一个天才崛起闪耀的新篇章。我不知道他生病的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他突然间开始崭露头角？为什么洛阳城里的人都对李旭没什么印象？还有为什么这对自幼一起长大的兄妹会在洛阳城外自相残杀？李十一生病的那段日子里，应该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情？那也是我最想知道的故事。我不知道李十一生病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洛阳城里的一个说书匠而已，除了记得一些被人忘记的老故事外，也没什么其他的本事了。从洛阳城里走出去的李十一是人族的某一位大帝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没人知道李十一最后去了哪里。但以他的天赋和资质，成帝正道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李十一所处的那个年代，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除了洛阳城外翻飞的柳絮没有变，剩下所有的一切都被淹没在了时间长河里。顾白水隐约预料到了这一点，李十一可能是很久之前的某个人，但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个来洛阳寻亲的小乞丐会知道李十一的故事，还一副很了解李十一的样子。
那个时代的人，要是活到现在的话，不说准地，至少也应该是一位老圣人吧。麻衣少女是尊圣人，那也太扯淡了些。也或许他其实并不认识李十一那种人物，只是听过李十一的故事，故意说来蒙骗自己的而已。顾白水想到这里，又隐约记起了那个小乞丐的话：我去洛阳寻亲，是从浔阳来的。他爹是那个背井离乡考取功名的书生，应该是星夜来着吧？那时候的洛阳城里可是有一个姓叶的年轻书生，那书生应该是从长安城来，入赘了一户富贵人家。自然是有。李府给李十一请的私塾先生，就是入赘了叶家的一位秀才。后来那个秀才继承了叶家老一代的家业，也就成了洛阳城中的叶家主。叶家和李府本就很熟，两代人都是很亲近的朋友，所以李十一和李旭年幼的时候都在叶家主的私塾里修习课业。那叶家现在还在洛阳城里吗？洛阳城城西那座高墙深院的老宅，就是以前叶家的府邸，不过已经荒废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住。先生，你知道老爷府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吗？我想明日去看看。城西角落门口有2座石狮子的那户，不过我不建议你这几日去老爷府邸。为什么？因为这几天洛阳城里来了很多外人，他们有的人是洛阳顾客，来此的只是为了送别和缅怀，也有的人心术不正，另有所图。洛阳城柳絮纷飞的时候，往往也是多事之秋。长夜，窗外下起树影在风雨中肆意起舞，明亮的电光划破天际。顾白水在酒楼里找了一间水房对付一夜，拿出了那个一直被遗忘的青铜镜。这是洛阳城，难道我师傅其实是个偷窥狂吗？靠着偷窥和狗命才挣到成帝。顾白水笑了笑，不过心神也顿时开阔了不少，随即神识进入一个房间。应该都来的差不多了吧？我在城外就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玉清宗的老东西，中州江家的新圣人，还有那个不知道什么来头的老乞丐。没踏入圣人境界，应该也没什么人敢在这个时候来洛阳城了。如今这洛阳城里可是汇聚了大陆上一小半的圣人同僚，另一半也应该在暗中偷偷的关注这里的情况。山雨欲来风满楼，没什么胆气的同僚也不敢趟着要命的浑水。万毒狱发生的不过是年轻一辈的小打小闹而已，也是为了遮掩洛阳城内圣人们齐聚的手段。毕竟这洛阳城里发生过的故事，才是真正可能改变大陆格局的东西。那个李十一到底是哪位大帝？我这些年来调查了许多人族大帝的骨题和线索，绝大部分的大帝晚年都有踪迹可循，他们似乎都选择长眠于长生大帝坐镇的大地木林里，地与地相伴而眠，共同镇守着整个人族的气运。但只有3位大帝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人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幕禁区里唯独没有他们的陵墓，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一位大帝称白洛先帝，一位大帝是青帝君，而这最后一位号腐朽。腐朽大帝也称不祥大帝。我寻遍了无数遗迹秘境，也没有查找到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既然你没有查到任何有关腐朽大帝的线索，那你又是从何得知那位的名号的？其实是从大帝禁区里知道的。你是说你家的那个女娃？我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她送进了大帝禁区里，自然不是只想要一个地图先生的名号。大帝禁区里埋葬着整个人族的秘密，但除了守墓人一脉，谁也没资格踏入其中。在长生大帝归去后，能随意进出地墓的便只有他那4个徒弟了。你是想染指地墓？长生大帝有4个弟子，大先生城府难测，二先生性情古怪跳脱。我并不觉得薛儿有什么机会胜过他们，掌控大地禁区。更何况大地禁区里还藏着一个从来都没有露过面的3先生。你觉得李十一是后来的腐朽大帝？这至少是我觉得最接近的答案。那你觉得李十一的墓陵到底是不是被埋在了洛阳城里？唯一被埋葬在大地禁区之外的地墓。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么多的老骨头会不远万里偷偷跑来这座老城，不会真有人以为那人会有这么大的面子，让人族半数圣人亲自给他送别吧。等他死了，禁区外的唯一地墓也就该浮出水面了。守墓人大先生远在瑶池，二先生被拖在万毒狱，守墓人剩下的2个徒弟都还在禁区之内。既然他们都不在洛阳，那么能否下墓夺得李十一的传承，也就各凭本事了。所以你才把陆子悠那小子带来了洛阳城。是啊，毕竟下墓这件事，他比我们这些老家伙有经验，而且他说自己对李十一那样的人很熟悉。
李十一是腐朽大帝，洛阳城里的老圣人们都是为了李十一的墓陵而来的。那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姬家主嘴里那个会死在洛阳城里的他又是谁？故事里已经死了的李旭，还是说另有其人？明确，你说那个李十一到底是不是我的前辈？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毕竟没有真的见过那位前辈。姬家主让我来李家府邸找点线索，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头。传说中的李十一天资绝世，修行路上几乎是横推了一切，仅用了数百年的时间便修行至准帝之境。再后来，历史上就没有对他的记载了。不过这个故事里的李十一，也只是大陆上流传的版本而已。我在姬家族哪里了解的真正的李十一，可是一个让人敬佩也让人胆寒的家伙啊！守护沙漠，害得自己生老病死，这种冷血残忍之人，我第一次听闻的时候，我是毛骨悚然。不过也对，也只有这种显为人知的绝世修为，才能配得上腐朽大帝的名号，叫做无辈楷模。明确你说的不无道理。一将功成万骨枯，更何况是一位成帝的前辈，背后自然是数不清的尸山血海。而且这也是你和我第一次下大地之墓，想想还有些兴奋和紧张啊。就是不知道李十一前辈给我留了些什么，有没有极道地兵之类的正道机缘。其实这老叶府邸也有些来历，最后的一任叶家主是一位入赘的老秀才，也是李十一和李旭少年时期的授业老师。叶家和李府两代交好，叶家主的独女和李十一更是洛阳城里人尽皆知的青梅竹马。不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叶家小姐拒绝了李府的婚约，李十一蓄意报复，把整座叶府都弄得颜面扫地，在洛阳城丢尽了脸面。叶家小姐也是个很倔强的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向李十一低头。她带着叶家主离开了洛阳，自此便再无音讯。所以不只是我，就连姬家主也想不通，曾经的洛阳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个原本胸无大志、懒散随意的少年，会在短短一个春日的时间里性情大变？李旭为什么会死在洛阳城外？还有李十一到底得了什么病？这里是叶家的老祠堂，里面祭奠的应该都是叶家逝去的宗亲们。按照唐国的习俗，不管生前死在何处，死后都要落叶归根。哪怕是在历史上的诸侯乱战时代，唐国也会想尽办法在战争结束后从战场上接回那些客死他乡的士兵。李十一是唐国人，更是皇室曾孙，所以那些老圣人才会猜想，在李十一死前会回到洛阳城里修建一个属于自己的陵墓。不过我觉得李十一前辈未必会把自己埋在洛阳城里。所谓落叶归根的说法，其实也并不适合李十一。李十一本是外来客，那有什么归根之底？就像我一样，如果我有一天死了，明确你可以把我的骨灰撒到星空之外，说不定无数年之后还真能回家看看。明确，你说，如果李十一前辈和我一样都是穿越者，他身边会不会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同类？不至于吧？你的意思是，如果李十一真的是穿越者，那他身边的同类可能还没死。不过姬家主的确说过，那个李十一很多时候会自言自语地念叨些什么。我起初还以为是天道发派给穿越者前辈的作弊器，那现在看来是身后藏在一只和你一样的同族啊。难道说一个穿越者和一只红毛怪是这个世界的标配？明确，你的族人到底是什么来历？是天道催生的生灵，还是另一种新研发的系统体系？奇怪啊，奇怪，想不通啊，想不通。按照我了解的穿越者惯例，一个世纪在同一个时期一般只会有一位穿越者。就比如很多年前的李十一前辈和现在的我一样，我们生来是被塞进这个世界的主角，未来也会按部就班的正道成立。但我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李十一前辈和他妹妹都是穿越者，而且还自相残杀了起来？这算是骨肉相残，倒还真是，不管是生理上还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灵魂上。据我所知，我前面应该有2位前辈，一位叶天帝，另一位就是腐朽大帝李十一了。别看我现在只有仙台境，但其实我也想好日后应该取什么帝号了。你说明帝如何，或者武帝？不过我挖了这么多的坟墓，总不至于落个墓地的名头吧？听起来也太晦气了。叶家的祠堂怎么还有个姓李的？右棚李鲶鱼之位，这李鲶鱼又是谁家的朋友啊？你是哪个？
这是没电了吗？你可真会挑时候啊！洛阳城昨夜的雨下得格外的大，顾白水最终还是没敢出酒楼一步。他只记住了，在自己神识崩散之前，那个少年在祠堂里找到了一面名牌，上面刻的是李年余，就是李十一。再后来，那个小乞丐又出现在了祠堂的庭院中，而站在他身后，正是那只从大地禁区里跑出来的红毛怪物。他最终推演出了这样一段故事。故事发生在以前的洛阳，一位老将军带着自己家人从长安城搬到了洛阳城。老将军自己动手开垦农田，他很满足洛阳城里的生活。不久后，这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李年余。不过后来人们更习惯叫他另一个名字李十一。李十一在什么事情上都很有天赋，年长些，他想要修行，但那个老农告诉他，修行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李十一不明白，于是父子二人在府里的楼顶聊了整整一夜。天空蒙蒙亮的时候，李十一妥协了，他不再执着于修行之事。洛阳城很清闲，不过好在还有个古灵精怪的妹妹，叫李旭。兄妹二人一起在后山的柳树下长大，也一起躺在树下晒太阳等待。两条咸鱼躺在洛阳城后山的柳树下，消磨过了很长的时光。偶尔小咸鱼会给大咸鱼讲故事，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再后来，两条咸鱼跟着自己的老爹去了长安城。阿旭被一个青衫长袍的老头拉进了未央宫里，摇身一变成了很了不得的天才少女。而李十一回到了洛阳城里，继续过着自己游手好闲的摆烂人生。洛阳城里有一个姓叶的商贾大户，叶家的老家主是一个没考出功名的老秀才，也是李十一和李旭的授课先生。老秀才有一个女儿，比李十一小2岁，生得很好看。洛阳城里的人们都觉得叶家小姐和李家少爷是一对青梅竹马，他们经常看着李十一从叶府那座高墙拐带出一个瓷娃娃一样的小丫头，然后往城外逃跑。而大多时候，他俩的身后还跟着一个气急败坏拎着木棍的老秀才。这就是他们幼时的故事。一年春天，洛阳城里的李十一病了，宫里的御医说他只是染了风寒，但只有那个少年心中，他遇到了一个东西，一个从云雾山脉里跑出来的东西。那东西长满了红毛，浑身充斥着不祥，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只猴子只有李十一一个人能看到。他病了，在他生病的那段时间里，他也从那只红毛猴子的嘴里知道了另一些事情，比如穿越者，也比如自己的妹妹阿旭。如果有一个陌生的灵魂侵占了你最亲的人的身体，然后顶着他的脸，在你身边悄无声息地活了很多年，你又该怎么办？那一天，在那个落叶纷飞的时节，那个小书虫死在了他最爱的哥哥手中。不久之后，李十一离开了洛阳，带着一只红毛猴子去了长安。洛阳城里少了一个摆烂的少女，大陆的历史上多了一位神秘诡异的无形人。直到半个月前，长生大帝门下有一个倒霉徒弟偶然间看到了大地禁区里那只游荡了许多年的狗，手持紫鼎的神秘人换来把青衣少年推下了洛水河，顺着河流飘飘荡荡。顾白水从河畔边的乱石堆里过来，又在深山老林里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小乞丐，两人相伴行，或许是命运使然，他们不知不觉中回到了洛阳城里，但也恰好赶上了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此时的洛阳城不同于以往的安宁平淡，多出了许多衣着迥异的生面孔。老圣人们齐聚洛阳城内，等待着腐朽大帝木灵出世的那一日。二师兄说，世上没有绝对的巧合和偶然，那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李十一的陵墓到底在不在洛阳城里？如果在的话，又被埋在了哪里？腐朽大帝的陵墓，如果不是大陆上的圣人位，也的确没资格掺和进来。醒了，怎么虚成这个样子？昨晚忘记关窗，染上风寒了。没什么大事，只是有点着凉了。偏偏赶上这个时候，城里的药铺都关门谢客了。
你就是想抓药，也得等到明天子时以后了。是吗？为什么？洛阳城7日宵禁，今晚就是最严的时候，全城的商铺都得歇业，居民关好门窗，封死门户，等着明晚子时之后才能出来。这么严吗？当然，今晚就是古唐历的中元节，差不多4年一次，每次算出来的时间也不一定，有时候是年初，有时候是年末。中元节至，鬼门关开，4年里阴气最重的时候，我们这些普通人当然不能随便在街上乱晃。那街上会有守城官兵巡查吗？上半夜应该有，不过子时一到就都回家了。毕竟巡查官兵也是普通人，你们这些唐国外乡人总是喜欢一些新奇的事情，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但老话说得好，命只有一条，少些好奇可是能多活几年。那是，我听先生的，今晚哪儿都不。天色黑下来的时候，顾白水翻过了酒楼后门，来到了街道上。他的二师兄是说过，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二师兄自己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从来都不听师傅的话。街道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顾白水大致确定了一下方位，便冒着头顶的大雨，向着城西的老宅院走去。哎，不对了，其实城里除了小乞丐之外，也没什么人知道我在这儿。我为什么非要去冒这个险？青铜镜在手，只要安安稳稳的躲过洛阳城里的这些老圣人，天下之大何处去不得？我是不是那晚脑子被雷劈坏了，才稀里糊涂的被那个小乞丐忽悠进洛阳城了？现在相信转身回头也来得及。但二师兄也说过，世界上最可恨的人就是故事只讲一半的家伙。那小乞丐没把故事讲完，操！长街古道，大雾弥漫。顾白水一个人不知道走了多久，只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到了，但面前又总有下一个拐角。中元节越来越近，整座洛阳城里好像只剩下了3种东西：雨水、雾气和一个迷路的少年。这是什么？坐好。你从哪儿来？我从浔阳来啊，去洛阳寻亲的。是吗？听说浔阳可远了，我还没走出过洛阳呢。那你是挺了不起的呀。那你呢？我说我是个落魄了的富家公子，你信吗？我信吧。你是路过打酱油的。打酱油？中元节鬼门夜里出来打酱油，兄台是不是把我当成什么愚钝的憨傻之人了？就这么敷衍？那你觉得我是来做什么的？其实我也不在意你是来做什么的，或许你是城里哪位老圣人派过来的弟子，但在洛阳城里你必然争不过我，所以我劝你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少年在昨晚就已经深入叶家祠堂了，但整整1天的时间过去，他这怎么反而还被赶了出来？那你为什么不进去？时候没到，子时中元节到了之后，这间老宅子才会开门。你是怎么知道的？要不是昨天那个少女把自己赶出来，自己何须搭理这个傻子？自然是有人告诉我的。今夜全城宵禁，不管是城里的凡人，还是那些躲在暗处的老圣人，都不会出门露面。今晚这间宅院的门前只会有2种人，一种是能走进院子里的活人，另一种是被鬼门关收纳的死人。你觉得你是哪种？你是阴阳圣地的人，是又如何？我们一定要动手吗？怎么，怕了？倒也不是，我只是有些好奇，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一定得到李师一的传承？你俩是什么亲戚关系吗？这与你无关，我只给你2个选择，一是转身离开，我可以当做无事发生；二是死在我手里。年轻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打打杀杀呢？太过气盛容易伤到自己呀。我不是和你小子说了，别进城里，能跑多远跑多远吗？前辈，你是跟了我一路了？倒不是，咱俩是在城外遇到的。
我当时就觉得你小子和我有缘，才送了你一块骨头。哪儿有缘？你很穷，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穷。啥玩意儿？您是从哪儿看出来我很穷的？不是看出来的，是摸出来的。当时城外的所有修士，我都摸了个底朝天，唯独你小子兜里比脸都干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怎么说也有一块板砖傍身。你小子倒好，连根木棍都没有。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比你更穷的修士了。可穷就和前辈你有缘嘛，这又是什么道理？不需要讲道理，我修行的功法比较特殊，能看到一个人身上的珠光宝气。你应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我身上没有前辈想要的东西。我知道你身上没东西，我也不要你身上的东西，我要里面的东西。你把院子里面的东西带给我，我是一个很守信用的商人，会给你合适的报酬。我不喜欢骗人，而且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门下也没有弟子。如果这次洛阳城里的东西没法帮我破镜增寿，我也需要一个小徒弟把我这老头子身上的本事传下去。前辈，你想把宝压在我的身上？我这人比较相信缘分，可我更相信概率。前辈，今晚应该只有2个人能进老宅院里，老圣人不敢来的，也只有你们2个不怕死的了。所以您可能会有1/2的几率赌对，那为什么不增大点概率呢？1个人进宅院，其实也就够了吧。我只给你2个选择，一是转身离开，我可以当做无事发生；二是死在老前辈的手里。我只给你2个选择，一是转身离开，我可以当做无事发生；二是死在老前辈的手里。今夜不是中元节吗？不是鬼气弥漫的送葬日吗？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不要命的老圣人，敢在这时候来到老宅院门口？你小子这话就没什么道理了。天下至宝是有缘者得之，岂能如此不讲道理的威胁别人？爸，世间还是有好人的。我们俩是有缘人，他是个横插一手的无耻之徒，为什么要给他第一个选择呢？咱俩直接做掉他，不是更干净利落，没有后患吗？受教了，前辈。你们狼狈为奸。前辈，您还真是不讲道理的一个人啊！小辈之间的争斗，前辈又何必参与其中？年轻人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不也挺好的吗？姬家主，我倒是没想到今晚会是你来。瑶光那个老东西不敢来吗？二表叔年纪太大了，不太合适今晚的情况。你二叔那个老东西和我一样，都快老死了，胆子还这么小，上了年纪就要接受会死的命运，自己不敢放手一搏，让前景光明的小辈来替他冒险，可真没出息啊！老瑶光，只不过是选择不同罢了。有些人上了年纪会更加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光，有的人反而会像前辈一样无所顾忌，潇洒自在。但前辈这样洒脱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二叔比较惜命也没什么错。那你呢？你小子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想不开和我们这些拼了命的老东西抢机缘？你不是才入圣人境不久吗？寿元也不够用了。那倒不是，够用的很。这不是我家二叔寿元将近了吗？我寻思带他出来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破个境，延长一下寿命什么的。你小子倒是挺有心啊，但只是为了瑶光这个老家伙续命。你小子是不是也太拼了？我本以为今晚赶来老爷府的只有我一个，没想到满城的老家伙都像王八一样缩在壳里，反倒是你个年纪轻轻的小辈敢站在这里陪我玩命。这不是前辈您先坏了规矩吗？中元节子时是老爷府里那位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些外来人不应该冒犯，也不敢冒犯。我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前辈您连一晚的时间都等不及，非要先一步进府？如果府里的那位生气了，我想前辈应该也扛不住他们的报复的。我太老了，老到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和城里的老东西们勾心斗角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望帝的机会，如果不成便也只能作画而亡了。一个没什么退路的老头子，当然也有最后疯狂一次的资格。倒是你这后辈还有很漫长的时间，也有很多可能，没必要陪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冒险。前辈，您不了解我，我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一晚被捉奸，今夜我们这些生人入府只会九死一生，这2个仙台竞技的小家伙却未必会被府里的那位如何。前辈，你和我可以就等在老爷府门口，要是你那位小友赢了，我可以叫上二叔和前辈你联手应对城里那些眼红的老圣人。
护送你们离开洛阳。如果路子幽赢了，前辈您应该知道，我们姬家有一株世代相传的龙血不死药，可续命必捷。这一季长了2枚龙血长生果，我想1枚用在二叔身上，另1枚长生果可赠与前辈。你小子是打算把我这把老骨头拉进你们姬家？只是结个善缘而已。用1枚长生不死果来结善缘，我还真没见过比你手笔更大的家主了。姬家能在你的手里繁盛兴旺，看来也是不无道理。姬家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我想供奉前辈几千载岁月还是不成问题的。老爷府是什么地方，你很清楚。已是在大地禁区外的唯一地目，你会对一个年纪轻轻的后辈如此有信心，不是拿我这块老骨头寻开心吧？我家老大爷说，年轻1辈里，优是和他印象里的李十一最相像的人。如果子优没办法得到府里那位的认可，那也应该没什么人有资格开启李十一的地目了。小子，你怎么说？我想进去看看。那就进去看看吧。其实我对你小子也挺有信心的。光是气息就封锁了修为吗？真他娘的憋屈！这老院子以前也这么小吗？我怎么记得好像以前不这样啊？你以前也长这个逼样，就不能动动脑子吗？动脑子？怎么动？这屋檐就这么低，我一动脑子捅破了屋顶怎么办？到时候矮小姐骂的还不是我？你俩二货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选条路过来啊！马爷我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处理呢，一人一条路，去大厅里答卷。答卷，2条路的答卷是一样的吗？不是，左边白石路的尽头是考的文道，给文化人准备的。那右边的答卷考的就是武道。左边是文道，右边的当然是理科。你都没读过书吗？这牛少说也是圣人境的，我忍。你看吧，我就没说错，看上去就没读过多少书，还是选了另一条路不是？你也别愣着了，还剩条文道，进去试试吧。考试准备开始，都认真考试，禁止交头接耳。兄弟们，此事件是一个关于李旭的故事，可以自行暂停阅读，我就不一一读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什么叫他妈的是理科生考题？微积分线性方程，无穷基数求解，我都他妈穿越了，还是要做这玩意儿是？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听过这首词？是呀，我是个诗人。这首词名叫《水调歌头》，是北宋诗人苏轼所作，也是师兄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师弟你可能不清楚，师兄我上辈子是个大文豪，也曾出过书和诗集，对诗词方面的研究颇有造诣。如果师弟你感兴趣的话，师兄我可以送你几首能够流芳百世的诗词，下山处去装逼很好用的。这样嘛，只有一个条件。师兄你直说吧。师妹刚从姬家回山，手里有一株上好的千年玉龙血枝，你一会儿帮师兄骗过来，咱俩3七分怎么说？二师兄，你来晚了，那颗千年玉龙血枝已经被大师兄要走了。大师兄还答应和我撕6分，我没同意，他就揍了我一顿。小师弟，你挺惨的啊。二师兄，你也不用安慰我，那血枝其实是师傅想用来泡酒的，我到后山告了一状，现在大师兄应该在挨师傅的揍。师弟，你这就有些阴损了。和2位师兄学习。师弟，师兄刚刚上山的时候，好像看到大师兄满山找人呢，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再揍你一顿？师兄，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开始疼了。你答对了，跟我去下一个庭院。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这试卷上的题目都来自另一个世界，除了穿越者之外，不应该有其他人能答出来。但顾白水答出来了，这是不是说他也是一个扮猪吃虎的穿越者？你看什么看？人家答完题了都还想作弊啊？没文化也得有志气，指着别人给你答案，脸都不要了。这牛是圣人，我忍。自己进去，老白在里面等你。自己做吧。兄弟们，老规矩，接上一个故事。且是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
好了，你跟我来。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这人记性挺好的。那晚上破庙的柴房里躺了6具尸体，有一具是你吧？是我。那院外的牛头马面2位大哥也是。2具尸体。一个来历不明的赶尸大汉，手里赶着6具寂静无声的尸体，而被赶的那6具尸体是地府里的差役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这玩笑是不是开得太大了些？而且另外2具尸体，一具是准地老师，另一具又是什么来头？除了这4位名气最大的之外，地府里还没露面的就只剩下判官和阎王了。准地老师是哪个阶位？判官还是阎王？如果按照最合理的猜想，这老爷府邸是李师一死后的大帝陵墓，那么唯一阎王的位置就只能是这位腐朽大帝了。准地老师是判官，那还剩一具尸体是谁的？那个我，小白呀。做什么？爱人，小姐要见的人答对2题了，让他进来。先生，我以为您真的只是一个说书匠，那其实我们在洛阳城外就见过是吗？你答应过我今晚不会出门的。我答应过我师父和师兄们很多事，但他们也都很清楚我不是什么讲信用的人。山里只有小师妹有点傻也有点牛，被骗了一次又一次，总是还有下一次。我记得那天晚上一共有6个。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加上我一共是5个。那晚上起来起夜上厕所的是我们几个的师傅。现在应该还在城外，再等一会儿就进城了。那我这些考题是小姐给你们准备的，有什么用？你觉得呢？这么明显，你不应该猜不出来。你们是在找真正的穿越者啊？当然，我们是在找真正的穿越者，已经找了很多年了。那么，你是穿越者吗？我觉得我不是，我确定我不是。你这个问题，我二师兄问过我很多次，小时候几乎2、3个月就问我一次，他会和我对一些奇奇怪怪的暗号。也会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朝我挤眉弄眼，但每一次他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案，我完全不懂他在和我说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是穿越者，但我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在山里长大的普通人而已，只不过帅一点，气质出众一点，天赋好一点，仅此而已。我信你，以后有机会我会去找你二师兄谈谈的。你是担心我们会对你二师兄做什么事？那倒不是，我二师兄不是什么好人，他也说过人在江湖总有一死，死道友不死贫道。你们有灵验就去找他，别牵连到我就行。会的。老爷府邸的黑无常并没有露面，不过陆子悠倒是磕磕绊绊地答完了那一道所谓的理科题目。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管他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都没什么人在意。他就这样兜兜转转了6、7个地方，回答了有关数学、化学、物理等各种科目的试卷，一路坦途来到了最后的这间屋子。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想要什么，不过按照正常来说，叶家老府邸不是外人能进来的。不管是你们还是门外的那2个圣人，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没什么区别，进府便死。更何况今夜是一个对我们府里所有人来说都很特殊的夜晚。我们几个人的心情和脾气其实都不怎么好，如果不是小姐想安安静静的离开城里的那些老家伙，我是一个都不想放出去的。既然都快死了，那为什么不早些死呢？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碍眼，也让人恶心。洛阳城里埋圣骨，听起来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意思想把几10位人族老圣人一网打尽，摁死在这座洛阳城里。这种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整个人族都会发生难以想象的震荡。而且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意味着至少需要2位准地境界的恐怖存在出手。不过小姐不喜欢这种事情，她从来都不喜欢杀生和争斗，希望我们能安安静静的送别她。小姐说等她死了，或许是要去地狱走过奈何桥，喝完孟婆汤的，但她是第1次死，没什么经验，所以想让我们扮一下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什么的，预先走走流程，这样或许她会没那么紧张了。我想小姐一个人是很孤单的，所以想送你们2个人中的一个一起下去。有关生死之事，对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会问你们一些问题。仙台境的修士有3000年以上的寿元，我会把你们的寿元记在生死簿上，这也是你俩的赌注。我们来个很公平的游戏吧，你们俩玩过斗地主吗？对3，对7，
对酒，对 K。可斩天人，其剑开天。对了，我以荒名号令诸天，主办因果，气家无甚，共同镇压。王炸。斗地主没听说过，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种牌类游戏而已。每局都分成2个农民和1个地主，农民只要有1个赢就是共赢，地主只有自己赢才能通吃。不过我们3个玩的有点不一样，赌注是寿命，你俩一人3000年用完就没了。那你呢？我自然也是一样，只要你们把我的寿命都赢走，就算你们赢了。那如果我们的寿命耗尽了呢？寿命耗尽了，自然就该死了。叫地主下注300年，我不抢，我也不抢。第1局你2个减300年寿命。我就知道那个顾白水几乎不怎么懂得斗地主的规则和基本规律，而那个红衣判官的牌运又不错，第1局就这么丢了300年。还是叫地主下注300年，不抢，又没一把。就这样，红衣判官又赢了下来，收割了600年的寿元。果不其然，在第3局里，顾白水还是没有叫地主，红衣判官通吃2家，又收割了600年的寿元。好，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手里的生死簿可不是充场面的摆设，这是一件有关生死的原始圣器。你们俩失去的寿命是真的就失去了，概不退还的。按照红衣判官的说法，自己的寿元真的在不知不觉中被那诡异的生死簿偷走，那岂不是说，就算自己在今夜过后活了下来，也很可能不久于人世？400年抢地主，500年，你还要抢吗？600年，700年，你是故意的？是呀，不明显吗？有什么理由？你说呢？这道理难道不明显吗？桌面上2个仙台境修士，一个圣人境界以上的大能，难道你还真觉得自己能把判官的寿元耗尽？这是不可能的。3个人的牌局没错，但其实从一开始这赌局里的对手就只有你和我，1个人的寿元耗尽才能结束牌局。但你从刚开始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自己叫地主，让他赢了我们足足900年的寿命？因为我喜欢啊，寿命这东西多了其实也没什么用。如果你再晚些时间叫地主，等寿命折半了之后，这牌局才会更刺激，不是吗？800年，900年，1000年，1100年，2个2，1个 A， 这把又没了。第4局，陆子悠用尽了所有的精力算计，但还是功亏一篑。你是完全不计后果，不想活了是吗？对着消耗寿元对你能有什么好处？把你逼进绝路，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好处。你是真的疯了。1000年，我和你玩最后1局。看来我的运气确实不怎么好。我早就说了，你一定会死在这里。第5局很快便结束了，胜负已定。比想象的有点无聊。是呀，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没必要试探的，直接问也没什么差别。不管结局如何，既然你俩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就算上路了，也至少不做一个糊涂鬼。你俩谁先来？他先吧，我不急。这座府里是李11的牧灵之地吗？算是。李11前辈最终是不是正道成帝了？也没错。那你们都是李11牧灵的守护者？算是。我通过了所有的传承考验，可有资格继承前辈的衣钵？你想继承李11的衣钵？自然，求之不得。那我得问问小姐的意思，你是李11生前所说的穿越者吗？我是。好，这样啊，你有什么想问的吗？李11后来是怎么死的？是我们杀的。李11是老叶府邸里的这些妖魔鬼怪杀的，不是说自己的穿越者前辈李11已经正道成帝了吗？怎么会被府里的这些家伙杀害，杀戮一尊大帝？这是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传出去的话，整个大陆都会震撼动荡吧。可如果是老叶府邸里的这些家伙杀了成帝的李11，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府里为李11守墓？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李11的确正道成帝了，不过就在他渡劫成帝的最后一刻，藏在暗处的我们一拥而上，
把彻彻底底的他杀死在了星空之外，魂飞魄散，挫骨扬灰。李十一是人族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暂的大帝，我们为了杀他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哪怕谋划布局几千年，哪怕惨胜之后十不存一，但我们还是无比的喜悦和满足，不是因为我们能杀大帝，而是因为我们杀的是李十一。在他人生中最重要、最光明的那刻，把他从云端拖入了炼狱。他们燃烧了自己的本源和灵魂，在李十一狼狈慌乱的反抗中死去，也一样肆意的狂笑着。那是我们人生中最欢愉的一天，也是大陆历史上一场最盛大的复仇。其实你们猜的都没错，李十一的确是个穿越者，他在洛阳城外亲手杀了自己的妹妹，掘了自己师傅的坟墓，也灭了自己宗派满门生灵。可是无人知晓，在入圣之后，他装模作样的回到了长安城，贪图皇位和国库。李十一的母亲一直都很聪明敏锐，那个失去了女儿的妇人猜到了一些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最终选择自缢而亡。你们猜猜，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呢？洛阳城里那个少年的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呢？在他生病的时候吗？在那个春末夏至，也在洛阳城那个很漫长很漫长的季节，李十一是穿越者，但在那场春雨来临之前，他还不是。从云雾山脉回来之后，李十一就病倒了。洛阳城里除了一个人面少女外，没什么人放在心上。李十一每个夜晚都会做一个相同的梦，梦里大雾弥漫，李十一除了雾什么都看不清。他找到了，在洛阳下了第二场春雨的时候，李十一在梦里走到尽头，他站在石壁面前，敲响了铁柱。石壁的那头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他说等到下一次春雨到来的时候，李十一的病就好了。洛阳城里下了第3次春雨的时候，李十一的病就好了大半。于是他们就隔着石壁开始交谈。在交谈中，李十一发现那个人懂得很多，他知道什么是阿旭说的马桶，什么是灯泡。第4场春雨的时候，李十一发现自己渐渐感觉不到了自己情绪的波动，他变得无喜无悲，冷漠的不像是一个人。在最后一场春雨到来之前，阿旭每次从长安城里寄回来的信，李十一也会认真的回答，不露出任何破绽。但那丫头好像本能的察觉到了什么不安，不停的询问。李十一最终还是没有演好这最后一场戏。信那头的少女从长安城里偷跑回来，但她还是回来晚了。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李十一推倒了自己梦里的事。那是一个长安城里的水牢，原来自始至终被大雾掩埋的都是那座长安城。几年前，李十一在这间水牢看守过一个犯人，后来那个恶魔死了，但几年后，李十一一个人又回到了这里。当墙被推到的时候，李十一也看见了水牢里的东西。他是机器人，也可以说是我的系统，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你问我为什么敢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吧？因为今晚过后，我就会是你啊。哦，对了，你妹妹阿旭也是穿越者，和我一样的。我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自己的妹妹阿旭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清楚了。太祖爷爷问我世界上有没有生而知之者，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包庇了那个傻乎乎的小丫头。阿旭出生的时候很傻也很执拗，一点穿越者的心机都没有。那个襁褓里的婴儿不吵不闹，眼里没有懵懂，只有冷漠和倔强。那时候的我的确是惊起了一身冷汗，想到了太祖爷爷说过的那种，但我又注意到了那个襁褓里的小丫头紧紧攥着的手指。我沉默地看了她很久，她也倔强地对视着他。我看到了那双眼睛，冷漠下掩盖着的恐惧、不安和歉意。李十一知道李旭是穿越者，从那丫头一出生的时候就知道，那丫头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跟外人交谈，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熟悉的世界，一切都很陌生，也让她害怕和不安。
他连和自己老爹娘亲说话的时候都只是低着头，抿着嘴，一言不发。唯独一看到自己那个没心没肺的哥哥，就嘿嘿的笑个不停，也唠叨个没完。他俩都是很温柔的人，但又有什么用呢？在李旭回到洛阳的那天，天上飘满了柳絮，他还是死在了他的手里。一个陌生的灵魂占据了那个少年的身体，用他的手亲手毁掉了一切，这才真是个让人悲伤和无力的故事啊！我们憎恶那个陌生的李十一，连带着所有的穿越者。顾白水弄清楚了洛阳城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也懂得了那个小乞丐嘴里的2个穿越者。李旭是他认识的第1个穿越者，一个心怀愧疚的小丫头。李十一是他见到的第2个穿越者，或者说是一个被穿越者。李十一不是腐朽大帝，他当然不是。李十一成帝的时间不过半个时辰，然后就死在了我们的手里，哪有时间给自己取帝号？可传言里说李十一和腐朽大帝有关系。你听到传言的源头是从我们这里传出来的。我们的确觉得李十一和腐朽大帝有关系，因为是腐朽大帝创造了浑身红毛的不祥生灵，而李十一的身后也一直跟着一只红毛怪物。那李十一身后的红毛怪物后来怎么样？死了。在李十一成帝的那一天，那只红毛怪物和他一起死在了我们的手里。我们这么多年来发现，其实每一个穿越者的身后都跟着一只红毛怪物，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腐朽大帝到底是什么人物，那些红毛怪物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我们都是一群落魄的书生而已，在深山老林里被一个小姑娘骗到了宅子里，然后又去了长安考取功名。有人考得一般，有的人考得不错，像我和吴天的那一届，一个文状元，一个武状元，不过也没什么用，毕竟小姐不会喜欢我们这些人。我都说了，他不是穿越者的，我想和他谈谈。阿远，你和爹爹在城外等我吧。好的，小姐。你爹爹是你们见过的，那晚他还故意起夜来吓你的。那位是你说的老秀才？我爹其实在修行上挺有天赋的，为了向那人报仇，修到了准地境。而且我爹也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为了能活得更久些，还把自己的身体练成了尸体。那你呢？我其实是还好的，我讨厌那个人，但也清楚李十一早就离开了这里，所以复仇对我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我其实不擅长，也不喜欢修行，但爹爹和吴天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给我续命，我才能赖着不死，一直活到今天。但其实对我来说，活这么长时间好像也不怎么开心，是挺累的，我要死啦！爹爹和吴天他们会陪着我走完最后一段路，从洛阳城一直走到很远的地方，那里叫黄泉，也叫奈何。我知道城外来的那些老人想要什么，但很可惜，李十一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遥远的天边泛起白色的晨曦，麻衣少女看着遥远的城外，天快亮了，她也应该上路了。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很不确定的东西。骆紫薇活了很漫长的时间，但她也觉得自己好像只活了3天的时间。第一天的她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乞丐而已，对什么都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第2天，她在一间破庙里遇到了一个很好看的少年，那个少年牵着她的手，把她带进了洛阳城。洛阳城是个很大的城市，但也很温暖。柳絮飘扬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很好。但第3天到来的时候，他发现阿旭死了，那个叫李十一的少年也死了。洛阳城变得空荡荡，也变得陌生了起来。他离开了洛阳城，在外面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日子，他经常会做一些梦，有湖畔柳树下的少年和少女，也有洛阳城里的人。他其实从来都不喜欢向什么人复活，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从哪来的，星空之外，还是另一个世界？穿越者啊，真是一些让人厌烦也无力的鬼东西。麻衣少女走了，给顾白水留下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她说，盒子里面装着顾白水想知道的一切，也给她留了一件小礼物。有些人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有些人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这是洛阳城里的最后一个故事，也是叶家小姐和李十一的故事。洛阳城里有一个青梅竹马的言情故事。据一个名叫阿旭的少女传来的可靠消息，
洛阳城里很多人都知道叶家小姐是家主老秀才唯一的女儿，可那时候的老秀才背井离乡，自己都不知道。叶家小姐长大后，自己一个人来到了洛阳城寻亲，风尘仆仆，灰头土脸。不过他认识的第一个洛阳城人，比他的样子也好不了多少。那个倒霉蛋，正是从洛阳城里离家出走的李十一。小乞丐来洛阳寻亲，李十一则是打算一个人去清平，进行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远游。离家出走的少年想要证明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很尴尬。李十一连洛阳的地界都没停，就被路过的山贼马匪洗劫了一通。他想着自己之前好像路过了一间破庙，于是他一路小跑去了山里的破庙觅食。在破庙里，他和一个小乞丐对上了眼。李十一问过才知道，小乞丐也是来老庙里找吃的同行。李十一问他是从哪来的，小乞丐说自己是从浔阳来洛阳寻亲的。不过也多亏了这个小乞丐，李十一才有了一个借口，带着人家灰溜溜的回到了洛阳。再后来，那场春雨带走了一个少年，小乞丐察觉到了李十一的奇怪和陌生，于是他开始躲着那个人。故事的最后，少年摇身一变，成为了耀眼的天才人物，叶府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反派。那个老秀才辞去了所有官职，紧闭门户，再也没有走出过那个荒凉的院子。少年死了，不会再回来了。某一天，小乞丐意识到了这点，又一次的背起行囊，带着老秀才离开了洛阳，不知道去了哪里。故事自此结束。顾白水忽然想清楚了很多事情。那个小乞丐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想要自己一个人回到洛阳，顺路去和李十一相遇的破庙里再看书。但在那个雨夜，小乞丐在破庙里遇到了一个和记忆里那个人有些相像的青衣少年。那个少年的确和李十一很像，满嘴胡言乱语，但却又格外真诚。于是他就和那个稀里糊涂的年轻人走上了去往洛阳城的路，还给他讲了一个很久之前的故事。最后这段路很安心也很好，让他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只不过他也知道身边的少女的确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人。这老宅院里的牛鬼蛇神，看来对我们这些穿越者还是不够了解啊！既然杀了我的本体，为什么不连明确都一起杀了呢？他们只知道每一个穿越者都有一只红毛怪，但却不知道每一只红毛怪物的心脏里都孕育了一道先天的本命进法。明确的身体里寄生着我的灵魂，只要我和明确不同时灭亡，就可以相互替生，不死不灭。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或许你说的都是真的，但在你从明确的身体里复活之后，是不是发现自己找不到他的灵魂了？你的明确死在了另一只老怪物的手里，魂飞魄散，所以你占据的只是一具怪物的尸体而已。明确死了，所以你现在真的只有一条命了。也是因为这样，你才把自己的秘密全盘托出，想唬住我不敢对你动手。但即使是这样，你竟然还敢回到府里偷拿这把匕首，我是不知道该夸你胆色过人，还是该说你不知死活啊！你是很聪明，但其实也没什么用的。现在的洛阳城里已经不是你我能说的算了。看来禁制解了。我想和你谈笔交易，以穿越者的身份。你想和我谈笔交易？现在的情况不用我多说，你也应该很清楚。老叶府里的那些鬼神都离开了这里，洛阳城里的那些老圣人都围了过来，把我们困在了这里。只要天一亮，他们就一定会把这座宅院翻个底朝天，没有什么秘密能瞒得过他们。所以呢？今晚发生了什么，只有你和我清楚。李十一死在了那些鬼神的手里，你箱子里的东西和我的匕首是他唯一留下的2件东西。那些老圣人为了续命破境，绝对不会放过你和我身上的线索，所以你和我其实是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只有一起给那些老圣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才不会被他们绑起来搜魂。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我可以杀了你，拿回来那把匕首，这样不管我说什么都死无对证，外面的那些老圣人也只能相信我说的话。你会有这么天真？院子外是一群快要饿死了的老狼，
你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块毫无反抗之力的肥肉而已。你凭什么觉得走出宅院后，那些老东西会听你的话，相信你说的东西？我一个阴阳圣地的圣子，在那些老圣人的眼里屁都不是。你什么身份？姬家皇孙，还是轩辕弟子？就算是那些老圣人背后也一样有自己的势力宗派，你总不至于能搬出一位大帝吧？这是什么东西？你说的对，我的确不是什么皇族弟子，但我想，如果外面有这么多的圣人互相见证，他们应该也没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长生大帝的徒弟吧？大帝禁区里的守墓人牌，你是那个从来都没有露过面的三先生。他们不敢杀我，至少当我能确现在府里只有你手里的那把青铜匕首了。你说院子外的那些老圣人会把你生吞活剥？一个混在人群里的穿越者，定身上没有李十一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不敢在明面上杀我。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一个穿越者的怪物，带着一把很可能是极道地兵的匕首，一定会被城里的那些老圣人捆起来。而你是长生大帝的三徒弟，崇高神秘的守墓人，甚至是未来正道年轻一代的魁首领袖。走出宅子，我俩的身份犹如云泥之别。你是云端上的天骄，我是诡异不祥的穿越者，也是藏在人群中的老鼠。你把我逼进了绝境，想把我从阴影里拖出来，想让我把匕首交还给你，还想杀了我。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老叶府里的禁制遮蔽了一切感知，但你终究还是不敢出手啊！你和我都是仙台境，你灵力溃散，神识干涸，根本没有杀了我的把握，不然你早就下手了。我也是一样身受重伤，没把握能杀到你。对那些寿元将近的老家伙来说，长生大帝的徒弟重要吗？一个仙台境的穿越者重要吗？其实都不重要啊！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李十一的传承，是破镜续命的希望。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3年前。这样，你也是魂穿啊，和李十一一样。天色将明，云边的晨曦已经从天幕上洒落。如何？什么也没有，前辈。本来也没指望仙台境的小辈拿到大帝传承，本就是希望不大的事情。我更习惯依靠自己的手段去探寻自己想要的东西。说好了，永远别费劲了，李十一的传承在他的肚子里，大帝传承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对我来说其实也就那样。我只是不喜欢你，不喜欢你这种东西能继续活下去，特别是在这座洛阳城里。小辈交出传承。洛阳城里发生过一个很漫长的故事，有一个生而知之总是习惯内疚的哑巴少女，也有一个很大的柳树，柳树下经常躺着一大一小2条咸鱼。那时候的洛阳城应该很美好，安安静静，与世无争。少年会和自己的妹妹吵来吵去，也会牵着一个小乞丐的手往洛阳城外偷跑，但最终他们都死了，死在了不同的时间，也死在了同一个柳絮飘起的季节。一个陌生的灵魂毁掉了一切，而现在的宅院的门口站着那个东西的同类，他们真的是该死的。我不喜欢洛阳城里那个故事的结局。前辈们，陆子悠是穿越者，李十一也是。这是为什么？难道洛阳城里的老圣人都不知道穿越者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看陆子悠，而是诡异的看着自己？那缕神识扫过了洛阳城各处，看清楚了那藏在阴影里近100个年迈沧桑的老圣人，同时也看到了洛阳城里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近100双猩红色的眼睛，每一双猩红色的眼睛都长在每一只不一样的红毛怪物脸上，而那洛阳城里近100个只诡异不祥的红毛怪物都安静无声地站在了那些老圣人的身后。姬家主身后有，老乞丐身后也有，每一个穿越者身边都跟着一只红毛怪物。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长生历35244年，大地禁区里没有露过面的3先生现身在了洛阳城里，然后他疯了。操，这破地方怎么跟火影里的中忍考试一样，都在树上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生的是很好看，也很骚包，算是我见过最骚包的人族了。我要走啊，女侠。离开赤土森林要去哪儿？沿着落水河去洛阳城看看，
听说我小师弟疯了，我这个做师兄的总得去关心一下，万一他死了，也总得有个人挖根部把他埋了不是？你师弟疯了，能治好吗？不太确定，这要取决于他是真的疯了还是在装疯。如果是装疯，那就不用治了，带在身边养些日子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是真疯了，又怎么办？真疯了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有人戴着耳机在雨里跳舞，路上的行人听不见他耳机里的歌，就觉得他疯了。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人群里有天才也有疯子，他们中间有一条分割线，天才们在线的左边默不作声，疯子在线的右边载歌载舞。不过归根结底，其实是疯子还是天才，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有的天才会在危险来临的时候跨过那条线，装成疯子；也有的疯子会时不时的伪装成正常人，混进别的队伍里。我们如何看待疯子？他们只是和我们的视角不同罢了。什么是耳机？就是一种法术，我说的话只有你能听见。哦，这样啊，一路顺风。快来看啊，这有个疯子！快走快走，那是大地禁区的三先生。看来三先生是真的疯了。说了别去洛阳，可你不听，落得如此下场也是自找。说好了永远。师弟啊，怎么搞得这么狼狈？你这是行为艺术，还是想见师傅了？大地禁区里一共有师兄妹4人，除了最年幼的小师妹之外，其余3个人都是他们的师傅长生大帝给起的名字。二师兄本来的名字叫清玄，但后来他觉得这个名字不怎么样，就又给自己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字苏心言。师弟，和这儿庙里过夜虽然挺有意境的，但会着凉的吧？要不师兄带你出去找个青楼别院暖暖身子，你要是同意就眨着眼睛，你要是不同意，在下面见到师傅的时候，记得让他老人家常回来看看你大师兄，再或者你把你大师兄一起捎过去也行了。一个人上路多没意思，3个人凑一起还能打打牌、斗斗地主啥的。都这个样了，师兄我还是找个铁锹帮你挖个坑吧，毕竟是守墓人一脉，工作对口，流程师兄我也都熟悉。这枚丹药是你二师兄用万年长生药炼制而成的，足足烘烤了9981天，锅炉都烧黑了。当初我还想用这丹药和师妹换件圣宝，但可惜师妹嫌弃长生药是我蹲厕的时候挖出来的，死活都不愿意。现在看来也只能便宜你了，小师弟。醒了，小师弟。师弟，原来你是真的疯了啊！师弟，我带你去治病吧，去长安城和赤土之森看看怎么样？妖祖迪斯女我也见到了，长得还不错，就是性格不太好。哦，对了，李十一不是腐朽大帝，这你应该知道。不过师兄我这次下山遇到了一些古怪的东西，和腐朽大帝有关，不知道师弟你有没有兴趣？腐朽大帝的极道地兵是一具红毛尸体啊，小师弟。其实穿越者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来过我们这个世界了。我最初的印象里，历史上最早的穿越者应该是一位姓叶的外来人，他后来成帝了，和几个大帝一起围殴了帝尊和不死什么的，反正搞得声势很大。他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个穿越者，也是第一个外来大帝。对，我说的是一批，不是一个。穿越者都是一批批来的，像是为了某种目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一样。而且在第2批的穿越者里，出现了那些魂穿的家伙，他们有的占据了一个婴儿的身体，有的干脆取代了原主的灵魂，夺走了被穿越人的一切，就像是李十一那样。我第一次从大地禁区里下山的时候，就对那些魂穿的家伙很感兴趣，因为我发现那些魂穿者的身边大都有一个红毛怪物的影子，魂穿者配红毛，可那些红毛怪物又是什么东西？是穿越的时候一起发放的系统吗？还是说天道给那些魂穿者的初始作弊器？我想不明白。当我在查遍了古籍和上古遗迹之后，隐约弄懂了一些事情。叶天帝，他们只是第一批被来到这个世界的穿越者而已，他们不是偶然，而是先驱，是开拓者，他们是来开发荒野的第一批试探者，为的是在我们这个漆黑的大陆里点亮第一个火把，而后会有很多后辈穿越者们像是野草一样从大陆的泥土里钻出来活下去。每一个穿越者都带着自己的作弊器，对比大陆上的土著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们很擅长修行，也很容易的融入到了人族的高阶修士里。现在应该没有人能知道人族的那些圣人里到底藏了多少个外来人。哦，对了，
小师弟，腐朽大帝的确存在过，而且据说他自己的奇道地兵就是一具红毛帝师，他把一个红毛怪物的躯体炼制成了地兵。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点，红毛怪物在叶天地之前的历史里就出现过，所以我还没查清楚腐朽大帝到底是什么来头。如果他的时代在叶天地之前，那很可能腐朽大帝就是所有红毛怪物的源头。如果腐朽大帝的时代在叶天地之后，那有没有可能他就是第一个魂穿者，或者所有跟着魂穿者的红毛怪物是腐朽大帝仿照历史中真正的红毛怪创造出来的一个族群？师弟，我们师父临死前给了我一件奇道地兵，不只是我，大师兄手里应该有2件，一件是他自己的，一件是师父送他的，而且听说小师妹也有一件，是姬家自己老祖宗的地兵。那你的呢？师弟，师父留给你的奇道地兵到底是什么呢？师弟，你不愿意和师兄讲也没关系的，毕竟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秘密。不过师兄，我其实也能猜到一点，要是师兄猜错了，你就眨眨眼睛，算给师兄一点提示如何？你那天晚上逃出了大地禁区，是因为遇到了能威胁到你性命的东西，而能在禁区里面威胁到我们师兄妹4人的，一般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师兄妹彼此，这是我最不想要的答案，毕竟师父死了，守墓人一派就是剩下我们4个家人了。可小师妹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不利的事情，她在3个师兄里最喜欢最亲近的就是你。2师兄我远在赤土，问心无愧，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绝对和我没关系，那就只剩下了大师兄。你觉得是大师兄想杀你，所以你才逃离下了山，沿着落水河想去赤土找我，这么一来倒还真能说得通。可大师兄为什么突然对你动手呢？你修为不过仙台境，就算拎着奇道地兵也拧不过他一条胳膊，他为什么这么急呢？师弟，你是不是知道你大师兄什么秘密啊？比如他是紫薇大帝重生。还真是啊，师弟你不用紧张，这件事2师兄我也早就知道了，要不然我这么天才绝世，怎么会一直打不过你大师兄那个老东西呢？大，你是怎么知道的？师弟你有读心术，还是能用什么神奇的道法监视我们2个师兄吗？那师兄我偷看小师妹洗澡的那次，师弟你也知道吗？啊，那看来是巧合，师兄我就没偷看过，不然师傅应该会把我吊在山门外边抽，所以师弟你没反应也正常。师弟，我们该继续赶路了。师弟，我好像猜到你怎么得罪你大师兄了。你知道大师兄是紫薇大帝，我也知道他是，但他不知道我知道，却知道你知道。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道理？杀人夺宝不是你大师兄的性格，而且他连你身上那件奇道地兵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更不可能随便下手了。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在什么时候得罪了你大师兄，让他感觉到了危险和不安，才不得已对你出手。但以我对你大师兄的了解，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是值得他忌惮的，唯一有一个东西，就是他上辈子遇到的最大恐怖。师弟，你知道那传说中的紫薇大帝是怎么陨落的吗？你大师兄上辈子其实是被一只红毛怪物一口一口咬死的。那是你师兄我人生中最难的一段时间，那段日子我天天都被你大师兄揍，拎着戒尺从山顶追到山脚，一点都不顾及师兄弟之间的情面。大师兄下手也是真的重，所以等我下山之后，就特意去调查了一下紫薇大帝的事情，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从你大师兄身上找回来面子，扳回一局。结局真的很有趣，紫薇大帝算是我们师父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只不过师父比较擅长活命，所以紫薇大帝步入晚年的时候，我们师父还正值壮年。我本以为是紫薇大帝察觉到自己寿元将近的时候，自己来到了大地墓群里，让师父埋葬了他，但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是惨死的。紫薇神殿里遭遇了一场诡异的劫难，无人生还，惨死在了自己的神座上。后来还是我们师父出面，把紫薇大帝的遗骸搬到了大地禁区，然后修建墓陵埋了起来。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杀死一尊晚年大帝，而且是在奇道地兵都没有反应过来，没有苏显护主的情况下。于是我想办法翻查了紫薇神殿的记录史书，还探索了很多的附属遗迹，终于在赤土之森的一个半塌的宫殿里找到了一点线索。紫薇大帝发生意外的前一夜，整座紫薇神殿里都飘起了漫天的红毛，诡异和不祥降临在了晚年紫薇大帝的身上。一只毛茸茸的红色怪物从黑夜里冒了出来，有的人觉得紫薇大帝是元天，所以晚年遭遇了一只大敌境界的红毛怪物。我觉得也不是吧，能杀死大帝的未必是苦物，也可能是一件奇道地兵啊。师弟，你说如果师傅送你的那件奇道地兵是一只人形的红毛怪物，那是不是一切都能说得通啊？所以那晚树林里的那个黑衣人影是寻仇而来，拖着一口仙鼎，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湮灭这只红毛怪物。所以当堆积着书本的山洞崩塌的时候，山洞门口有一只开口说话的红毛怪物，而只有仙台境的青衣少年却能在那种恐怖的攻击下毫发无损。拖着仙鼎的人留了手，看着他逃出了大地禁区，却没有再追过来。
你大师兄和腐朽大帝有解不开的死仇，但师傅却把那只红毛怪物送给了你，所以才发生了之后的所有事情。听起来还真他娘的合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我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好了，小师弟，其他的不提，师兄先带你去长安城治病。长安城里有一门大户人家，家姓为顾，顾家主是当朝右相，权倾朝野。大小姐名叫顾舒，三小姐名叫顾惜。3年前，顾府的2位小姐被瑶池圣地的圣人老嬷嬷选中，一同收入门内修行，求仙问道，而今便要回来了。今天是那2位小姐回家的日子，师弟看到了对面路口的车队没？那里面坐的就是顾家的2位小姐，均是天赋出众，容貌绝艳，堪称修行者眼里的完美道侣。咱师兄弟不说2家话，我选成熟点的大小姐，3小姐就交给你了，怎么样？你这是什么眼神？你喜欢年长的姐姐？那咱俩换换。师兄，我是一片好意，可以带你来长安城里治病的。你不会以为师兄是闲的没事泡妞来的吧？行吧，行吧，师兄，我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赌的，赌一件奇道地兵。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咱俩一起混进顾府里，看看谁先能找出来这2个顾家小姐，哪一个才是藏着的穿越者？怎么样？是不是挺有意思的？顾三是师弟你的新名字，一个从小在顾府长大，但从未见过顾惜的奴仆。顾惜和顾叔去往瑶池圣地之后，他们原本生活的院子就空了下来。顾家主为了不让这2个院子流失人气，就安排了2个最放心的奴仆，看家护院打理花草。他在以前一直都在顾家外面的商铺里做工，从来都没有来过顾家的主府邸。师弟，你搁这儿好好养病，师兄我去东头的另一个院子里当奴隶去了。怎么说起来还有些兴奋？难道我身上还有一些没被发觉的小癖好？3天了，你是一口水都不给喝啊，大师兄。但既然这么艰难的活下来了，总得有点人生目标要做啊。人到渺渺，仙到茫茫，鬼到乐西，去杀圣人吧，在他们老死之前一家家来，只是多800余个坟罢了。三儿啊，小姐的院子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以后这里就交给你哈。3小姐从小就喜欢清静，家主安排的仆人都被小姐拒绝了，以后这院子还得让你一个人照顾，辛苦辛苦。有什么忙不过来的事就和叔说，只要叔能办，就绝不拖拉。庭院又安静了下来，柳树轻轻摇晃，树荫斑驳清凉。是3年没回家，迷路了，怎么还没回来？你是哑巴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个哑巴一样的仆人，不需要自己说什么就能理解自己的意思。我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听别人说话，更不喜欢在自己的地方有其他人说话。以后我不问你，你就不许出声。不知道自己小师弟的情况可好？万一被发现了，可就热闹了。到时候整个顾府追杀小师弟一个人，看这家伙还会不会沉默寡言，连个屁都不放。走吧，进去。做啥子？事情啊。那你我去换个衣服，你也别闲着了，去洗个澡，然后在床上等我。还有这好事，这多不好意思呢。小姐，我准备好了。小姐，您这是？我出去有事儿啊，你今晚就在这儿睡，别出声，也别离开。要是半夜听见有人叫你或者敲窗户的话，你就堵住自己的耳朵，记住千万别开门。小姐，你是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是啊，我害怕今晚出去躲一躲，你要出事儿了的话，我以后就会更加小心的。那我呢？我会记住你，然后谢谢你。我谢谢你啊。小姐，您刚拿了个铲子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敷衍你，你的问题我不想回答，我也懒得找借口了，别问那么多，时间快到了，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说的？小姐，您这么和我说话，让我觉得像是在留一言。是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什么藏起来的放不下的珍贵东西，都可以和我讲讲。
不然浪费了就太可惜了。小姐，你这几年真的是去瑶池圣地当仙女了吗？我怎么觉得你是被拐到什么奇怪的帮派去了？少废话呀，本仙女只不过是精通些其他业务，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老老实实的睡你的。你小子命大的话，咱们明天再见。小姐，我可是要去挖矿了。他刚刚是不是说了业务？有点冷，有点累，今晚就不出去了。相对于顾叔去挖什么东西而言，我更好奇今晚的顾府里会出现什么东西，是自己想找的红毛怪物，还是真的邪物，在本圣人栖息的屋子里闹鬼，听起来就挺刺激的。应该不会吧？东西放门口就行。窗外的那个东西明明有手有脚，也有自己行动的能力，为什么不自己破开门窗进来，而是要一次又一次的敲门？还真如那个顾叔大小姐说的，不开门这东西就不能闯进来，是生前本性，还是有什么东西束缚着他？这他妈什么玩意儿？骨架子够硬的，生前应该都摸到圣人境界的门框了，死后怎么变成了这副德行？这是瑶池圣地特产的白莲，这东西是一路从瑶池圣的跟过来的，这么远的路途，就一直悄无声息的跟在顾家小姐身后，从瑶池到长安，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许不只是从瑶池跟过来的，他如果跟在顾叔身后足足跟了3年，从长安到瑶池，再从瑶池回到长安，那他到底是惹上了什么东西？到底想要挖什么？这种事情你要说清楚啊！早知道你家人那么多，我也不至于对你这么粗鲁，打群架势吧？吓唬谁呢？我可不是没人能摇，我小师弟就在顾府西头的院子里，你们分一半去找他，公平公正，和和适适的。二师兄的夜生活还真是精彩啊！那具红粉骷髅原本好像并不能破开门窗闯进室内，但当二师兄打开窗户把他扯进去之后，庭院外慢慢的聚集起来了一个又一个红粉骷髅，仿佛打破了某种规则，开始吸引这些红粉骷髅主动围堵庭院。庭院里面的情况很激烈也很壮观，只不过相比于第一个闯进院子的骷髅，其余的红粉骷髅就显得要羸弱了许多，连翻过墙头都会摔在泥土里，看样子修为也不会高到哪去。红粉骷髅听起来有些耳熟，像是在哪篇佛家的经文里见过。红粉骷髅，白骨皮肉，这是佛陀密语，是神秀大帝，也几乎是大帝禁区里记载的年代最久远的大帝之一。神秀大帝所处的年代甚至比大帝禁区还要更久远些，他也是唯一一个佛道双修、融会贯通的远古大帝。难道说长安城里有和神秀大帝相关的东西？神秀大帝和二师兄也有什么关系？神秀大帝是古时候道佛贯通的人族大帝，生在叶天地的时代之后，道入地境，佛若佛陀，他遗留下来的《金刚经》颇受当时的唐帝推崇，也是佛道的主流派之一。《金刚经》密文中有2段话，一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即为离于爱者。意思为舍去自己的相，忽略他人的相，模糊众生的相，连皮囊之内的灵魂相都一视同仁，这样才是真正的大爱。离相修行，《金刚经》内的佛法讲究的是人人平等。所谓的相也有很多解释，可以认为是外貌皮囊，也可以认为是内心欲望。当众生的相不再执着，就会懂得最深层的道理：人物无义，万般无义。这辈子的人生是我自己，但是下辈子投胎转世不一定是人生。人生就像脱掉衣服一样，这一世人的样子是他，但是也有个灵魂的我在6道里轮回不止。世人都应该有要求生命存在的权利，不应该夺取别人或占据其他众生之性命。神秀大帝的时代在叶天地之后，那是不是说明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经历了大批魂穿者降临的人族大帝？如果神秀大帝以一个主宰者的身份察觉到大陆上突然多出了一批陌生的灵魂，他又会怎么样呢？是抗争？是和谈？还是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如果小师弟没有点燃自己神火的话，他会是我们守墓人一脉历史上最废材的弟子。那如果师兄点燃了呢？那他会接替师父的位置，成为新一代的守墓人，比大师兄和我都更有资格。师兄的神火很难点的吗？是难到了极点，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不过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选择守墓人一脉最诡异的功法，除了师父之外，谁也没有修行成功过的功法。小师弟不是在点火，他是在放火。
守墓人一脉的大先生是紫薇大帝转世出生，守墓人一脉的二先生是气运洪天的大圣人，守墓人里最小的积蓄也是中州姬家的小公主，天资绝世的女剑仙，唯独顾白水这个最神秘的三先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到底有什么长处和特殊的能力。顾白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师傅给自己准备的功法叫什么。那天师傅递给自己的时候，山崖上的风很大，他没听清楚师傅说的是2个字还是1个字，是无名还是静。但顾白水很清楚一点，如果自己没办法点燃什么，那他这辈子也就会是历史上最弱的仙台修士。如果他能点燃，就能放火烧山。青铜镜在洛阳城里算是救了自己一命，但也因此破裂成了几十块碎片，这带来的影响也很明显。一是青铜镜能探查的范围缩小到了不足1/10的地步，二是使用的时候，青铜镜对自己本人的消耗变得更加严重。3天之内，青铜镜最多只能使用1次，要想下一次使用，就只能再多等3天。红粉骷髅，白骨皮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金刚经》里的第2句密文。所谓的红粉骷髅和白骨皮肉，也成为了神秀大帝的标志符号。难道说师兄这次来长安城真正的目的，就是探寻神秀大帝的道场遗迹？神秀大帝的确是大帝禁区存在之前的人物，所以禁区里他的墓陵按理也是空的。师兄从来不会做毫无准备的事情，他应该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才在这个时机回到了长安城里。二师兄这种人，这辈子应该都很难找到能让他吃瘪的道理了。红粉骷髅，白骨人皮，你还真是神秀大帝在《金刚经》里提到过的白骨人皮。那师兄院子里的那些红粉骷髅，应该也是同样的来历了。也不知道顾惜那里如何了。你想做什么？今晚风很大，昨晚的风也很大，但这和你半夜进我屋门没什么关系。其实我是想问问小姐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明天可以让府里准备一下。你半夜3更敲我屋门，就是想问我这个问题？小姐，民以食为天，我也是突发奇想，小姐离京这么久，或许会有什么怀念的长安城糕点和食物。我不吃东西，我是修道者，不食人间烟火。那像小姐这样的修道者，一般吃什么呢？吃灵草，也喝露水。顾白水当然知道庭院里的少女在敷衍自己，一般的高阶修士的确都能避苦断食，除非身受极其严重的重伤，才需要凡尘的食物来满足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就像是顾白水之前在山里被雷劈之后的那段日子，还需要和一个小乞丐在破庙里抢吃的。但这也不是说食物对修士就没了意义。那小姐可真像是说书故事里那些天上的小仙女了。仙女就仙女，不用在前面加个小字，不好听。白天的时候你不是不喜欢说话吗？回小姐，我白天嗓子出了问题，太长时间没喝水了，一时间说不出话。也就是说，你平日里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回小姐，不是。以后少喝水。好的，小姐。我擦，我的皮呢？谁把我的皮偷走了？我的封印有那么好破除的吗？好歹给我一个仙台境大佬点面子。困死我了！小姐昨天说喝露水，我早早的起来就接露水。你这是在做什么？刻木雕啊，小姐，能卖钱的。我在进府之前就经常雕一些家禽和野兽，做工精细些的是有人会买的。手艺还不错。你为什么不刻人脸？没想好应该刻成什么样子。商贩小卒有脸，读书人也有脸，但他们的脸总应该是不一样的。大汉的线条应该粗犷些，游侠的线条应该流畅些，这也是要考虑进去。而且我有些分辨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知道是他们的脸应该是慈眉善目，还是凶狠阴冷。那你觉得你刻出来的这些人应该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现在看应该是好人多吧，不过好人多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事情。为什么？
书上说，好人做了一件坏事，叫原形毕露；坏人做了一件好事，叫浪子回头。所以我也不确定是好人多一些好，还是坏人多一些好。你还读过书？我只是没文化，不是没读过书。不过这句话倒的确不是书上讲的，而是山里那个穿着白袍子的二师兄说的。他还说，小师弟你以后最好要和师兄一样，当个坏人，还有浪子回头的机会。你要是辛苦了一辈子当个好人，最后一失足全都玩完了。不过那时候的顾白水看着自家二师兄的背影，总觉得他的脖子硬的不行，就算砍下他的头，应该也很难让他回头了。二师兄是一个永远不会回头的浪子，除非哪一天，应该还真没有除非。怎么病好了？连师兄都敢装看不见了是吧？你病了的时候，师兄不好意思欺负你。以前在山里的时候，我下手还是太轻了。二师兄，你有事儿吗？我特么当然有事儿。昨天晚上我那院子里闹鬼了，拉着我玩了一个通宵，骨头都快玩散架了。你这院子有没有什么情况？你的三小姐呢？出门了。出门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刚刚啊！师兄，我这院子里昨晚也闹鬼了。白骨人皮，神秀大帝的秘闻。神秀大帝的道场在长安，师兄你不可能不知道。所以除了调查顾家两个小姐之外，师兄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没告诉我？没听说过。师弟，你克你大师兄的木雕做什么？我想大师兄了。你是想大师兄啊，还是想你大师兄？那啥？师兄，你来长安城到底想要做什么？师弟，你还记得3年前的大地禁区里发生了什么吗？3年前是你回山的时候，有个轩辕家的少主蹲在禁区外，嚷着要见小师妹一面。你回山的时候刚好撞见了他，就打断了他的一条腿，把人丢进了落水河里。是2条腿，不过这不重要，只是个小插曲而已。后来师兄我外出游历的时候，还见了他家大人几面，态度挺和善的，还说要请我回轩辕家做客。重点是那时候我回到山里之后，去了一趟神秀大帝的陵墓。神秀大帝的陵墓，那不是空的吗？是空的。神秀大帝的时代在大地禁区出世之前，所以墓里面没有神秀大帝的遗骨，也没有什么地兵。修建空着的陵墓，也是我们守墓人一脉对老一辈大帝的祭奠和缅怀。长安城是很久以前神秀大帝的道场。3年前，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很诡异的事情：观音泣血、百鬼夜行、佛事游间、红骨烂肉，而这4种大凶灾恶之象都发生在同一个夜晚，在长安城里也在长安城外。他们来得很快，去的也很快，所以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师弟，你应该知道长安城是什么地方？唐国帝都，神秀道场也是禁法之地。它是一个贯穿了大雾史诗的古老国度，无论是在什么混乱动荡的年代，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灭国之灾。哪怕是现在的圣地释迦，追溯祖上源头，其实大都和唐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是因为如此，长安城才被称为禁法之地。长安城里发生的4种灾恶之象，被那些释迦圣地封锁的消息，只有寥寥几人知道。而那时候恰好我就在距离长安城不远的地方。当我赶到这里的时候，一切就都恢复了平静，像是一场幻觉，也像是有人抹去了所有的痕迹。但我也不是一无所获。有人说，那晚上的长安城里下了一场雪，夜晚落红雪，雪花飘飘扬扬，从夜幕上洒落，但没有落在的面上就消失不见了，像飞絮，也像是某种东西的毛发。那一晚，夜晚落红雪，雪花飘飘扬扬，从夜幕上洒落，但没有落在地面上就消失不见了，像飞絮，也像是某种东西的毛发。再后来，我在长安城的门口的泥土里真的翻找到了一簇毛发，红色的毛发。那天晚上的长安城里，4种灾厄降临的背后，应该还藏着一个红色的影子。穿越者，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我回到禁区之后，查了一些很久远的古籍，发现神秀大帝陨落之后，人族有很长的时间都无后人争霸成帝。再后来，腐朽大帝就突兀地出现在了古籍上，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的成长痕迹。腐朽大帝就像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幽灵一样，瞒过了所有世人，争了自己的道。你觉得腐朽大帝的出现和神秀大帝有关系？师弟，我对腐朽大帝的了解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你是那种半吊子的货色和腐朽大帝根本不是一个阶位的。神秀大帝是人族大帝里的佼佼者，就连我们师父偶尔也会夸赞1、2。那种人物如果不想死的话，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师兄，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神秀大帝才来的长安城，那为什么你还要等3年的时间？3年前你就在长安城里发现了红毛，然后就那么轻易的离开了？我当然没有，我当时很痴迷于考古，特别是考腐朽大帝的骨，所以我在长安城里买下了一栋酒楼住了下来，然后城内城外翻土挖地，忙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一无所获，灾乱没再出现过，红毛也没再出现过，长安城连雪都很少下。然后你就离开了长安城？我因为另一件事离开的，
那时候的长安城里没有再出现狐毛，但在另一个地方传出来了狐毛不祥的消息。瑶池圣地。我来到长安城之后，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没发生，但在几个月后，昆仑山的瑶池圣地里突然传出来了一些事情。圣地闹鬼，尸骸作乱，在一个有圣人坐镇的圣地里闹鬼，听起来好像是很可笑，但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而且还流传出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在夜晚看到了一只毛发飘散的红色怪物，有人说他看到了2具红色的怪肉骷髅，还有人说他看到了一张人皮在月光小道的路口飘来飘去。其中最离谱的，说是有一具骷髅蒙上了一张皮，混在了瑶池圣地的弟子里，闹得人心惶惶，沸沸扬扬。然后我去瑶池圣地外面逛了一圈，确定了一件事情。瑶池圣地里的狐毛怪物和长安城里的是同一只，也可以说他在那往后不久离开了长安城，去了瑶池圣地。师弟，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如果瑶池圣地里的红毛怪物是一个穿越者的话，那他一定是跟着某个人离开了长安城，才会出现在瑶池。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更巧的是，那段时间还真有一个瑶池圣地的人在长安城里，上一任的瑶池圣女依云舒。师兄，你觉得上一任的瑶池圣女是带着那个红毛怪物的人？不是啊，他当然不是，这点我很确定，因为依云舒和你大师兄走得很近，你大师兄既然什么都没说，他就一定不是。那时候瑶池圣女在长安城里做什么？依云舒那个时候在长安城里招收瑶池弟子，被挑选中的2个是谁就不要我多说了吧。3年前长安城发生灾厄之象，瑶池圣女招收弟子，等到她带着顾家的2个小丫头离开之后，长安城就没再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了。这不就更奇怪了吗？你是得到了顾家小姐要回长安的消息，才离开了万毒狱，准备混进顾府。我在瑶池圣地里也有眼线，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提前做了点安排。师弟，师兄该和你说的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你怎么看？这么危险的情况，你总不忍心让师兄我一个人冒险吧？师兄，我们俩就没必要勾心斗角了。这么危险的事情，你想要拿我挡刀，也太没良心了。怎么会？我拿你挡刀又不是1次2次了，怎么会没良心呢？这事儿我帮不了你。点燃神火之前，谁都能来踩我2脚，我和你冒险一定会死在你前面。那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定的事儿。师兄既然带你来了这里，自然是有备而来。师弟，你挖过墓吗？地阶的那种？废话，禁区里的大地墓穴不都是我一个人下的墓吗？除了小师妹之外，你俩什么时候帮过忙？那是你大师兄不愿意下墓，他身上有地息和其他的墓穴犯冲，你大师兄不愿意干的事情，我一般也都不愿意，习惯了。不过这次不一样，我虽然没下过墓，但我其实挖过矿，两者应该有相同之处。你什么时候又挖过矿了？我怎么不知道？很久之前的事情，你别管，就说你愿不愿意搭把手吧。师兄，我有个条件。你说说看。你说师傅临死前送了你们1人1件极道地兵，那二师兄，你手里的那件地兵是什么？小师弟，你很好奇师兄的地兵？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而已。是吗？师傅给我的那件奇道地兵，我每时每刻都带在身边。如果小师弟你想看的话，我可以拿出来给你看看。不过别怪师兄没提醒过你，师傅给我的那件地兵，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认主。如果你想让我在长安城里拿出来的话，可得自己想想办法怎么收尾。那还是算了，师兄，你这就有点没诚意了。怎么就没诚意了？这很公平才对。你好奇我的，我也好奇你的，而且我大致能猜到你的地兵是什么东西，你却对我的地兵一无所知，相互交换仇鸡眼，你还是赚了的。师兄，如果我告诉你，师傅在临死前根本没和我讲过什么地兵和腐朽大帝的事情，你会信吗？其实也有道理的，以你的修为，连收纳地兵也做不到。师傅那时候把地兵给你，完全是没意义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其实师傅根本就没给我什么地兵，或者他留给我的地兵还被藏在禁区里？师弟，你这还是露馅了。什么意思？那晚我和你不都看见他了吗？破庙外密林里，我其实看得很清楚，那具红毛老师不就是师傅留给你的腐朽地兵吗？那你为什么装作看不到？师兄，我其实在很久以前就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见看不清的东西，天生异瞳，这是只有我们几个人和师傅才知道的秘密。但我看见的东西再多，也始终没办法彻底看到人心。师弟，其实你身后跟着什么东西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腐朽大帝的地兵跟在你身后，就证明你是腐朽大帝转世。师兄，我没这么浅薄武断，凡事都要讲个因果证据。你在我身上找因果？是啊，还有什么办法能证实师弟你和腐朽大帝的关系呢？除了你自己之外，谁都没办法证明。那具红毛老师也一样。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师弟你竟然真的害怕了。你害怕自己是腐朽大帝，你担心自己是腐朽大帝，所以你才会想办法遮掩那具红毛老师的存在。其实你我都很清楚，师傅到底给了你什么，你还是想要找出其他的可能和解释。师兄，你觉得我是真的怕自己是腐朽大帝，还是因为你在长安城里才怕自己是腐朽大帝？
我希望是前者。那要是后者呢？就算是后者，师弟你没必要怕什么。腐朽大帝是腐朽大帝，师弟是师弟，我分得很清楚。如果我真是腐朽大帝，那我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咱俩联手一起对付你大师兄就是了。师兄，你手里的地兵是神秀大帝的极道地兵吗？和你有关系吗？我只是好奇而已，毕竟我熟悉的大帝就这么几位，除了师傅的地兵下落不明，就只剩下神秀大帝的我不知道了。以后你会知道的。明天晚上和我去挖墓吧，师弟。等我把手里的活儿干完再说。你那木雕要刻到什么时候？或许3天。那成，最多3天。3天之后的晚上我带你出去。萧姐，你有什么事情吩咐？我要去府外买几柄油纸伞，你带路，带我去城西相继伞铺。萧姐，天气有点凉了，一会儿可能会下雨。我知道，所以我才要出来买伞。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下雨的时候不买伞，难道大晴天买吗？萧姐，你们修道人下雨天还用打伞吗？倒是不用，一般来说，只要境界够了，是个避水咒，雨水就落不到我们身上。那买伞有什么用？好看。就这么简单？简单？你以为好看很容易吗？容易的话，那为什么你不长得好看些？那还是出发吧，萧姐。萧姐，你去挑吧，我在旁边等你。这他喵的不是我那天封印人皮纸的桌子吗？顾叔在傍晚的时候回到了自己的庭院，看起来色坏的狼狈。哟，小姐您回来了，给你手帕擦一擦。小姐没擦干净。我知道，去洗干净再给我。小姐，您昨晚是去挖洞了吗？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关你屁事！你还真活下来了呀，命挺硬的。过小姐的福。昨晚发生了啥呀？你没开门是吗？昨晚的风很大，追的窗框一直响，我一直记着小姐的话，闭着眼睛直到天亮了才离开。他们没进屋子啊，我去洗个澡，等我洗完了你再过来。又来是吧？还没完没了呢，都上过1次当了，自己像是那么随便的人吗？小姐晚上怕冷，还是缺不了我。你刚刚为什么也洗澡？天热，外面不是在下雨？下雨闷就热。你今晚睡旁边，他们今晚还会来的，一晚接着一晚，永远都不会停下来，除非有一天我死了。小姐，你是说晚上窗户外面的东西也是来找你的？为什么？那东西为什么会缠上小姐？应该算是一种诅咒吧，一场已经持续了3年，不知道有没有尽头的诅咒。顾叔说那些红粉骷髅每一晚都会来，每一晚都会站在窗边，一下一下的敲着他的门户。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秀大帝的红粉骷髅会跟一个不过仙台境的少女纠缠在一起，而且持续了3年的时间？那个叫顾惜的顾府3小姐，或许也一样被神秀大帝的白骨人皮纠缠着，日日夜夜3年之久。这2个顾家小姐一定是和神秀大帝有什么关系？而且3年前也正好是长安城里4种灾厄之象一同降临的夜晚。或许还有一只红毛怪物。从那个夜晚结束之后，红粉骷髅和白骨人皮就找上了顾家的2个小姐，阴魂不散的持续了3年的时间。3年，那东西就从来没有进过屋子里面吗？他们还这么有礼貌？没那么有礼貌，他们可不是第一次闯进屋子里的，只不过我们住的屋子不同，他们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而已。其实窗外的那些东西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妖魔鬼怪，他们没什么意识和脑子，只能靠着本能纠缠我。屋子挡不住他们，瑶池圣地的大门也挡不住他们。你知道为什么我和顾惜都选择住在顾府里最偏僻、最古老的院子吗？府里的老管家说，2位小姐都喜欢清静，不喜欢外人打扰，所以才分住在不同角落的老院子里。屁嘞，顾惜那丫头倒是个闷葫芦，但你看我的性子，像是能闲下来的人吗？还真不像。那不就得了？我选这个院子和顾惜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避开那些东西而已。这2间院子是顾府最老的院子，
也是从来都没有翻修过的院子。你应该是不知道的，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顾家在长安城里刚修建好院子的时候，老堂弟带着一个人在顾府里住了一段时间。老堂弟给我们顾府的老祖宗留下了一块牌匾，另一个人留下了一道经文和一句祝福：邪祟退散，消难避灾。那句祝福很有用，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顾府里都人没生过病，花草丛生，鱼肥鸟鸣。不过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老堂弟离开了，那个人也离开了，唐国和长安城慢慢变得越来越繁华，顾府也翻修了很多院子，只有这2间院子一直没有变过，也一直残留着那个人的祝福。我和妹妹那晚上被他们追了很久，只有躲进了这个院子里，他们才会停下脚步，不敢闯进来一步。有资格和老堂弟并论，也只能是那个人了。神秀大帝，老堂弟的老友。神秀大帝在顾府里留下了一道祝福，而红粉骷髅和白骨人皮那些东西，在院子外察觉到了神秀大帝的祝福，所以才不肯擅自踏入。顾家的2个小姐里有一个是穿越者，她在很小的时候，身边就跟着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红毛怪物，闯进神秀大帝的墓陵。红毛怪物惊醒了4种灾厄之物，让他们牢牢地盯上了红毛怪物的主人。这么想来，神秀大帝似乎对穿越者和红毛怪物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执着。只有小姐你们揭开这个秘密最后的面纱。小姐的意思是，只要我们不开门，他们就不会闯进来，是吗？是啊，肯定没错，这是我多年以来的经验。那小姐，你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是做什么？我还是怕。这么多年都没习惯，而且你没听说过，只要把自己藏在被子底下，鬼怪就不能掀开被子害你吗？被子是最安全的结界，这是常识，要不然我为什么让你带被子？这句话，小姐是听谁说的？我妹妹呀，顾惜和我说的。小姨，我挑好了，我先走了。脸，路上小心点。萧姐，下雨了。我知道。萧姐，你有伞，那为什么不撑开伞呢？你要撑伞吗？那你选一个吧，红色的还是白色的？他是让自己挑一把伞，人皮纸会不会在这2把伞上？还是说让自己从2把伞里选出来那张人皮？那小姐喜欢哪一个？我喜欢白色的。萧姐，我觉得您今天可以试试红色的。那你用白色的。怎么没打伞？湿透了就没打。小姐有心事？有。能和我讲讲吗？我嘴巴其实很严，不该说的事情从来都不会多说。瑶池圣地给我定了一门亲事，是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但我听说他好像突然疯了。瑶池想让小姐嫁给一个没见过的人，那小姐你怎么觉得？不欣喜了？就像是自己娶过谁一样，而且你才不过17岁，没嫁过人不是再正常不过了。但下一刻，顾白水突然又顿了一下，他突然意识到了顾惜言语中不对劲的地方。没嫁过人的含义，或许不只是这么简单。萧姐，那你有谈过恋爱吗？没有啊，我没谈过恋爱，还真是没有。顾惜看着湖水和水波，是有些无奈，也有些怅然。他不知道该怎么和那个看起来有些愣头青的少年说清楚，说自己其实是另一个世界的高中生，刚刚高考完，在过街买奶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穿越到这个世界了。穿越这2个字对那个呆呆愣愣的家伙来说，应该也很难理解吧。毕竟这个世界又没有那么多的穿越小说和电视剧能看，谁知道穿越是什么意思呢？顾惜其实是有些委屈和酸楚的，自己上辈子乖乖听话，好好学习，连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这辈子可倒好，投胎到公爵贵族家里，家大业大，家规也大。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某天夜里就遇到了一堆恐怖吓人的东西，从后山一直追回了家。再然后他和姐姐就被师姐带到瑶池当仙女去了，但那些东西也跟着去了，阴魂不散，一跟就是3年。师姐说禁区里的先生们擅长对付这些东西，想让自己和什么3先生订婚约，这算是冲喜吗？还是封建迷信？反正顾惜自己是有些不愿意的，谁知道那个3先生长得什么样子？万一还没有自己家看院子的那家伙长得好看，自己不是亏大发了？穿越最不好的一点，就是总有些长辈爱给你胡乱定亲，根本不尊重自己的意见。
他小时候其实也不是不爱说话，是听不懂话，学不会怎么说话。等到长大后，他就不敢和别人多说话，因为有一张人皮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肖姐，我觉得如果你不想嫁人的话，你可以和对方商量一下，万一对方也不愿意娶你呢？不愿意娶我？为什么会不愿意娶我呢？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吗？少年沉默了下来，因为顾惜长得是真的很好看的，除了偶尔会犯糊涂之外，这个少女好像是没什么缺点。她只知道在外人的眼里，自己家小师妹是很好看的，而在她的角度看来，顾惜和小师妹是一样好看。肖姐，长得好不好看其实没那么重要的。是啊，我知道啊，我长得好不好看和那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凭什么我好看，那个人就要娶我？又凭什么我就一定要嫁给他呢？顾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能过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会怎么样？我不懂。就比如我有的时候会想，如果我不是顾家的三小姐，而是一家普通人的女儿，又会怎么样？当顾家小姐不好吗？也不是不好吧，我只是会好奇而已。或许在那个家里，我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可我的家人也一直用他们的方式，又普通又隆重的爱自己的女儿。肖姐，雨下的还是很大。那今晚就不回去。我偷黄昏一壶酒，无人邀我半晌风。愿还红尘3000茶，梦生梦死梦不忘。你在看什么？雨下的真大。是啊，所以今晚本来要工作的人应该也会休息一晚上吧。今晚雨下的很大，那张人皮也休息了。顾家大小姐说过，她和自己的妹妹从3年前开始就一直被2个诡异恐怖的东西纠缠着。红粉骷髅跟着顾叔，白骨人皮缠着顾惜，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晚雨下的太大的原因，那张白骨人皮似乎翘斑了。凉亭里的少年和白衣少女没有等到他，等到了竹林里那只死寂无声的红毛怪物。至于那只红毛怪物到底是谁的，雨幕太后也没人看得清，是大地禁区里跟出来的老红毛，还是顾家小姐自己那只神秘的红毛怪？这就要取决于今晚在凉亭里会不会有人出事。我弟亲娘啊，昨晚上那少年不是说什么都没发生吗？他不是安安稳稳的睡了一夜吗？亏自己还特意小心，在第一晚找个人试试，这老屋子还有没有驱邪避灾的效果？怎么今天晚上到期限了？小姐，我给你断后，你快跑。跑得还挺快。接下来咱们可以好好玩了。凌晨的时候，2个人有气无力的从外面走了回来。顾白水清楚顾惜身上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是昨夜下雨之前，他的身体里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灵力了。他好像病了，病得像是一个身体柔弱的凡人。下雨的时候使不出避水咒，冒着雨淋了一夜，如今更是虚弱的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修道者染上光寒，这倒是挺稀奇的事情。难道在离开顾府的这段时间里，他遭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清冽的晨曦洒落老城和庭院，一个少女缩在屋子里面闷不吭声，一个少年坐在树下聚精会神地刻着目标。他们都不知道昨天晚上另一个院子里发生了什么，只是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的事。年纪轻轻的姬家主是一个冒险主义者，是你身后那只红毛怪物给你的底气吗？夜晚的时候，顾白水刻好了所有的浮雕。一天夜晚过后，顾家的2个小姐都失踪了，连带着失踪的还有2个下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那天雨夜过后发生了什么。不过顾家小姐失踪这件事，在长安城里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3年前的同一时间，2个顾家小姐就突然消失了几天。当时的长安城闹得沸沸扬扬，漫长风雨，就连皇宫里的陛下都下了旨意，让守城御林军一起寻找，翻遍长安城也要找到线索和踪迹。
不过几天后，两个顾家小姐自己回到了府里，而且她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瑶池圣女亲自挑选的师妹。她们失踪的那段故事，也就成为了长安城的一个未解之谜。谁也不会想到，这种诡异的失踪会在3年后再次发生在长安城里。而且这一次和3年前有一点不同的是，顾府里多丢了2个下人，2个顾家小姐和2个下人，就这样突然消失在了长安城里，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偷黄昏一壶酒，醉看世间百千事，且借人间2两墨，染山染水染花落。今天凌晨的时候，二师兄突然飘落在了顾惜的院子里。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站在墙头朝着顾白水挥了挥手。顾白水也清楚是3天的时间到了，二师兄要带着自己去下墓，但下谁的墓，在哪里下墓，他一无所知。二师兄没说，他就也没问。你的储物戒呢？下山的时候被雷劈了，2个储物戒都被劈得4分5裂，什么都没剩下。这样啊，紫金龙纹剑，一件顶阶的小仙宝。自己这位财大气粗的二师兄，气运堪称逆天，路边看见一件普通的灵气都懒得捡，他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件便宜的东西，束发的绳子都得是炼气宗师打造的极品宝具。二师兄外出游离的时候，绝对是天地间1等1的大北洋。不过作为人族最年轻的圣人，他倒从来都没被别人打劫过。又是哪家的皇女仙子送的定情信物？师兄，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又忘了是吧？中州江家的师兄。哦，记起来了，这件储物戒算是顶顶好的极品了。只不过师兄我有更好的，所以就便宜你了。而且这储物戒的隐性和小师弟你也挺搭的。什么隐性？防雷劈。师兄，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找墓，神秀大帝的墓。神秀大帝的墓在长安城的后山，为什么从来没有消息传出来过？因为这里是长安，本来就没什么高阶修士会在这里翻查探索，而且神秀大帝在晚年悟出自己那本神秘的地经后就消失了，没什么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修建自己的地墓。不过想来也挺合理，神秀大帝本来和堂弟就是至交好友，晚年选择在长安城的后山规划天地，也是合乎情理的选择。那师兄你是怎么知道神秀大帝的陵墓在这儿的？我今天晚上跟着顾出来的后山。那他人呢？不知道，跟丢了。二师兄你可是圣人了。是因为我是圣人，所以我亲眼看着他消失在了林子里，而且没有察觉到任何奇怪的痕迹。你觉得能欺骗一个圣人，而且让我毫无察觉的山林，会是什么地方？二师兄，这地方我们好像来过。我知道，这是咱俩第3次绕回来了。歇一会儿吧，下墓我比师兄你有经验，不是闷头找就能遇到的。这事儿要讲缘分，如果神秀大帝看不上你，你就是把这座山挖空了，也找不到地墓入口的。师弟，你的那个顾府3小姐去哪儿了？我好像去找你2次，都没和她打过照面。顾惜嘛，不知道啊，她昨天就出去了，一直都没回来过。这样吗？师弟，我怀疑她是穿越者，而且是一个身边藏着红毛的魂穿者。魂穿者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穿越过来的魂穿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侵蚀原本郭家小姐的灵魂，但他一定不是本地人。为什么这么说？3年前长安城里出现了红毛怪，这也意味着他们至少中有一个穿越者的存在。顾叔不是穿越者，那就只能是顾惜了。那师兄你又是怎么断定顾叔不是穿越者的？我自然是有我自己的办法，不太方便和你讲。师兄，如果按你所说的话，顾惜是顾府里的穿越者，顾叔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他们俩又怎么和神秀大帝的陵墓扯上关系的？3年前的4种灾厄之物都是因他们而起。我了解推测出来的故事就是这样：3年前的顾叔和顾惜偶然间闯入了神秀大帝的陵墓，惊醒了神秀大帝遗留在地墓里的守墓灾厄之物，所以才会引出后来的所有事情。但师兄，你有没有觉得太夸张了些？3年前，顾惜和顾叔只是2个还没有修行，甚至还没有成年的小丫头而已。就算是他们身后跟着一只红毛怪物，也不会有多强。为什么这么弱小的生灵能闯进地墓？为什么偏偏他俩就能引发4种灾厄之物的暴动？神秀大帝的陵墓对他们会这么敏感，甚至好像有些畏惧。我偷黄昏一壶酒，醉生梦死，终得黄粱一场梦，幻听幻语幻想纵。3年前，顾惜和顾叔只是2个还没有修行，甚至还没有成年的小丫头而已。
就算是他们身后跟着一只红毛怪物，也不会有多强。为什么这么弱小的生灵能闯进地幕？为什么偏偏他俩就能引发4种灾厄之物的暴动？神秀大帝的陵墓对他们会这么敏感，甚至好像有些畏惧。其实你想的也是对的，神秀大帝哪怕在人族历史上也是站在峰顶的特殊存在。按理来说就算是我这样的圣人闯入了进去，地幕也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一只灾厄之物就已经会让普通的圣人手忙脚乱、狼狈而逃了。但偏偏他俩进到陵墓里的时候，整座地幕都暴动了。红骨和人皮还有4种灾厄之物同时苏醒，有一种要把整个长安城都掀过来的架势。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神秀大帝自己就是穿越者之一，但他晚年死在了一个神秘人的手里，那个神秘人把他的陵墓布置在长安城，为的就是引诱其他的穿越者落入陷阱。4种灾厄之物和红骨人皮都是那个人的手段。第二种是神秀大帝不是穿越者，但他极为厌恶甚至憎恶穿越者，他临死之前布置了4种灾厄之物，对外来的穿越者赶尽杀绝，甚至可能他自己的陨落都和穿越者有关系。我倾向于第2种可能。为什么？因为顾惜和顾叔还活着，如果那个神秘人想要对付穿越者的话，不会让他们俩活着离开长安城。但其实不管怎么样，问题的关键其实都不在顾叔和顾惜，那在于什么？在于神秀大帝晚年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到底和谁有关系？这件事情，我想二师兄你应该知道些什么。我是知道一些东西，不过故事可能和你想象的有些不同。师弟，据我所猜测的，那位远古时期神秀大帝的陨落和2个字有关系，不朽。师兄，你知道你刚刚说的话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腐朽大帝是一个比我们师父还要老得多，比大帝禁区还要久远得多的真正的老怪物。师弟，你觉得腐朽大帝到底死没死？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听说过比我们师父还能活的家伙。师兄，你说神秀大帝会不会把陵墓修建在虚空秘境里了？如果顾叔真的在你眼前突然消失了的话，他可能是走进了另一个空间。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合理。倒也不是不可能，以神秀大帝的手段修建一个亚空间，用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而且我在长安城的那些日子，也没察觉到神秀大帝到场的踪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秘境空间不开启，我们也没办法进去。可顾叔和顾惜又是怎么闯进去的？难道说神秀大帝的墓陵会在特定的时候开启？特定的时候？师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顾家梁小姐这次回长安城，真的是为了挖神秀大帝墓陵的话，他俩是不是总在同一个时间消失不见？午夜，神秀大帝的陵墓会在固定时间的午夜开启。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在这里等到午夜子时？时间是午夜，但地点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师兄，你有没有觉得其实3年前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些讲不通的一点？你说来听听。其实其他的东西都大差不差，唯一让我费解的是3年前的顾叔和顾惜只是10几岁的小丫头，他们俩偶然闯入了大帝陵墓没问题，大帝陵墓建在后山也没问题，但他俩为什么会来后山？2个娇生惯养的顾家小姐，没有一个人陪在身边，就这么闯进了荒废了很多年、阴森寂静的皇室禁地，我是觉得不太合理。那你觉得可能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如果那2个小丫头从来都没有走出过长安城，甚至他俩就失踪在了街道上，这样会合理得多。观音泣血，乃葛夜行，佛师有接，骨烂肉。师兄，这4种灾厄之象发生在帝都长安城里，但没有任何势力的圣人汇聚在此，连一点声响都没传出来。要么是那些圣人都疯了，要么就只能是根本就没什么人看见过，没人能看见，但他们确确实实的发生了。那代表着什么？代表他们出现在了长安城里，但不是这座长安城。长安城的底下，或许还有一座死寂万载的老城，那是神秀大帝真正的道场，也是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神秀地墓。师兄，我们应该回长安城看看了。太阳挂在天边的时候，世间的万物都有自己的影子，但当太阳落山之后，月亮也爬上天空，从天幕上投下另一个很相似的影子。白天的影子和夜晚的影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影子？你离开了一座城镇，一段时间后，但你不知道自己回到的城镇是不是自己离开的城镇。你变了，他也变了。这段时间或许是很多年，但或许也只是一个转身，一个回头而已。该进城了。师兄，我突然想起来家里的衣服还没洗，要不你先进去，我明天来找你。师弟，你是怕师兄吗？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师兄送你的自然是一件很用心的礼物，你不会怀疑师兄会在这戒指上做了什么手脚吧？所以师兄你做了手脚了吗？当然，师兄我当然做了手脚。你二师兄我是个烂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师弟，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其实师兄我也很担惊受怕的。你成圣这件事不急于一时，师兄可以答应你，离开了长安城后，会寻遍天才地宝生源果骸，助你成圣。你想杀圣人，师兄就带你去杀圣人，一个不够我们就杀两个，两个不够我们就杀三个，杀到你能成圣的那天为止。但你不能在这里成圣，不能在长安城里成圣，不能在地幕里成圣，师兄会怕的。师弟，该进城了。太阳挂在天边的时候，世间的万物都有自己的影子。但当太阳落山之后，月亮也爬上天空，从天幕上投下另一个很相似的影子。白天的影子和夜晚的影子，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影子？我以前觉得是没什么差别的，影子吗？都一个样儿，能看出来啥不一样的。但后来顾惜那丫头告诉我是不一样的，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走出城门，踩着白天的影子走进山里，晚上的时候再从山里走出来，踩着月亮的影子走进城里，那就会是不一样的城，不一样的长安城。当然你要跟在一样东西的后面才能走进来，或许是一只佛师，也可能是一具观音，他们会在城门口处开门，你跟着他们进去就行。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能发出声音惊扰到那个东西，不然会发生不好的事情。那货到底跑去哪儿了？不是说回家换件衣服很快就回来吗？穿越者的脑子是不是都和我们长得不太一样？那丫头上辈子也就10几岁，小时候人生地不熟的，还是我一句句教她的本地话，那时候也没觉得这妮子脑子有什么问题，可能是长大修炼把脑子练坏了吧。我就说那什么瑶池清灵经不是什么好东西，她非不信这个邪。现在好了，本来脑子就不太好，练了那破书内存更不够用了。怎么穿这身衣服怪奇怪的，看上去比我年纪多大。师弟，你也不用沉着一张脸，师兄我不是那种卸磨杀驴的人，你帮我找神秀大帝的墓口，我确保你在城里能活下来，这是双赢才对。保证我能活下来吗？如果在这地墓里连师兄你都自身难保，那我怎么办？师弟，你要对师兄有点信心，师兄虽然平日里不怎么靠谱，但既然是我把你带进来的地墓，就一定能确保你的安全。大不了这样，师兄可以给你个承诺，在地墓里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可以保证师弟你一定会死在师兄我的后面，这你总应该放心了吧？长安城里还有这东西？佛家寺庙不可能被允许建在长安城里，原本这个地方要么是酒楼茶馆，要么是青楼妓院，一定不会是这样建筑古怪的庙宇。这里是神秀大帝的道场，修建一座寺庙倒是也没什么问题，但把寺庙修在闹市里面，又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这寺庙的位置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哪儿不对劲？从这里到城门口的距离和寺庙到长安城皇城的距离好像刚好是差不多，应该说是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你的意思是这寺庙位处于长安城核心和城门的终点上？不只是距离的终点，这个地方好像也正好是整个长安城城南区域的终点。如果把皇城从整个长安城里抱去，那剩下的所有区域刚好可以分成4份，城东区、城西区、城南区和城北区，而咱们此刻站着的地方正是整个城南区的核心点。这间寺庙是城南区的中心，那也就是说很可能长安城里还有3个差不多的寺庙，分别占据了4项的位置。那皇城里面会不会还有第5座寺庙？